负债累累的我刚离婚，却突然拥有了预知未来的能力。我警告你，那82万你今天必须还清，否则我弄死你。远哥，我想跟你说件事。有话就说，有屁就放。10分钟后，海宁网络的老总会来找你借钱，数额是500万，你千万别同意，否则你将会血本无归。你小子是不是看女主播看傻了？少给我转移话题。远哥，你要不信，咱们就打个赌，就赌10万。如果我输了，那我就多欠你10万，你敢不敢？李宏远愣了一下，随后冷笑道：“这可是你说的，输了你可别想赖账，不然老子剁了你。”一言为定。10分钟后，李宏远嘿嘿一笑，看来那个废物还真是看女主播看傻了，居然白送我10万。他刚掏出手机准备找我要钱，这时女秘书走了过来。李总，海宁网络的张崇辉张总，他想找您商量一下贷款的事。巧合，这一定是巧合。张总你好。李总好。张总这次来是想借钱吗？你们海宁网络应该不缺钱吧？李总，那我就开门见山了，公司的确不缺钱，不过近期公司有大动作，资金暂时空缺，所以打算暂时先跟李总这边拿着。不知道张总打算借多少？500万。听到这个数目，李宏远眼皮狠狠跳动了一下，因为这个数额跟我说的一模一样。难道那小子会算卦不成？李总，有难度吗？我们公司借你500万，用3个月，3个月之后连本带利还你600万。望着张崇辉那满脸自信的样子，李宏远脑海中又浮现出了我的话。张总，500万不是小数目，而且公司也不是我一个人的，这么大笔贷款，我恐怕得跟其他高层商量一下。看来是我高估了宏远，既然李总为难，那就算了吧。看着对方离去的身影，李宏远感觉心在滴血。这么大的单子，特么就这么错过了。可是那小子又是怎么知道的？这也太邪门了吧！想到这里，满脸疑惑的李宏远拿出手机拨通了我的电话。臭小子，还真是被你给说中了。看来远哥已经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这到底是什么回事？远哥不要着急，结果如何，明天即可见分晓。希望你没有耍我，他给的利息可是3个月100万。挂断电话后，满脸不甘心的李宏远又把助理叫来。从现在开始，时刻关注海宁网络，有什么风吹草动，立刻告诉我。到了晚上，走在街道上的我就好像一条无家可归的流浪狗，好好的一个家就让自己这么给弄丢了。想到自己前世对妻女干的那些混账事情，我甩手打了自己一个耳光。老婆，轩轩，你们等着，我一定会干出一番事业，让你们娘俩过上好日子。这时李宏远的电话打了过来。兄弟，你真这么神了？刚刚出来的新闻，海宁网络被爆出数条丑闻，基本上都是跟张崇辉旗下的带货主播有关，好像还有一些产品吃死了人。李宏远兴奋地说个不停，今天如果不是我的提醒，他怕是要血本无归了。远哥，咱们之前说的10万，你看能不能先给我打来，我急用。没问题，我现在就给你打过去。李宏远的回答让我有些意外，我还以为他可能会赖账，没想到居然这么爽快。你小子也算是救了我一命，不然这500万借出去，老子怕是要跳楼了。至于你欠下的那些钱，利息就不要了，本金的话，你什么时候方便就什么时候还吧。那就谢谢远哥了。不用跟我客气，不过我有些好奇，你这些内幕消息是从哪搞来的？远哥，说出来你可能不信，这些都是我算卦算出来的。李宏远听完嘿嘿一笑，你小子真爱开玩笑。行，以后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尽管找我。挂断电话后没一会，我就收到了10万的到账信息。第二天，我来到体育馆售票处，因为2天后顶流歌手林嘉华会在这里举办一场演唱会，但是在我的预知当中，5分钟后林嘉华的丑闻被曝光，导致他的人设迅速崩塌，所以售出去的门票寥寥无几。这不就是赚钱的机会吗？在我的预知当中，这起丑闻事件是有人在故意针对林嘉华的，而且到了明天上午，这件事情就会出现一个大反转。这么好的机会，要不带带李宏远吧？毕竟以后想要往大的发展，还要接触一下他的人脉。随后，我拿出手机给李宏远打去了电话。林老弟，啥事儿？远哥想赚钱吗？林老弟，是有什么大茶饭要关照老哥我吗？带上钱来第一体育场。负债累累的我刚离婚，却意外获得了预知未来的能力。于是我拿着仅有的10万块，准备大干一场。远哥想赚钱吗？林老弟，是有什么大茶饭要关照老哥我吗？带上钱来第一体育场。挂断电话后，我抬头看向售票处，只见那里已经人满为患，长长的队伍排成了长龙，视线都看不到尽头。不愧是顶流歌手，线下排队买票的人都这么多。时间来到9点的时候，我打开新浪热搜，只见关于林嘉华的微博登上了热搜，紧接着第2条、第3条接踵而至，
到9点20的时候，新浪热搜的前20当中已经有8条是属于林嘉华的。果然没让我失望。随后，一道对于我来说宛如天籁般的声音忽然从队伍里面传了出来。怎么回事啊？林嘉华假唱还猥亵少女，这怎么可能？靠，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敢污蔑我的偶像，信不信我打你？林嘉华怎么可能会猥亵少女？他是最正直的男明星，我绝对不相信。不对，你们快点看看热搜。嘈杂的声音此起彼伏，到最后一传十，十传百，所有人都打开新浪微博，盯上了热搜。这个孙子原来是这种人，顶流男歌手居然假唱，那我还买演唱会门票干嘛？我回家听收音机都比来这里强。妈呀，我的信念崩塌了啊！长龙般的队伍轰然散去，一声声咒骂在四周回响。原先趾高气扬的售票员一脸懵逼。紧接着，又一条林嘉华演唱会恐不能如期举行的微博登上了热搜。当看到这条微博的时候，我微微一笑。而这时，李宏远也来了。老弟，什么好事啊？能想着老哥，不枉老哥之前对你那么好啊。那林嘉华演唱会的门票？李宏远笑容一滞，用怪异的眼神看着我。老弟，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吧？我来的路上都已经知道了，林嘉华被爆出了许多丑闻，演唱会恐怕都不能举行了，你还要买他的门票？我不但要买，还要拉着你一起买。我还以为是什么好事呢，原来是当票贩子啊！再见。李宏远转身就要走。远哥，过了这村可就没这个店了。听着我那充满自信的语气，李宏远还是停下了脚步，不过满脸纠结。老弟啊，我感谢你之前把我从悬崖上拉了回来，可你也不能又把我推下去啊！林嘉华这演唱会恐怕没法办了。你告诉我，你凭什么认为倒卖他的演唱会门票能赚钱？就凭我能算啊？算什么？算卦？对，算卦。我算你哪来的腿啊？都特么什么年代了，还扯这些有的没的。我真的会算卦。李总，你要是信我，那就跟我赌一次；要是不信我，那我也不多说什么了。李宏远见我对他的称呼都变成了李总，他不由得皱起了眉头。既然林老弟有如此雅兴，那老哥我就陪你玩一次。玩？恐怕李总很快就不会这么认为了。李宏远全然没有放在心上，因为他是真的不看好当票贩子这件事。那现在我们就过去买票。不着急，现在票价还没跌到低点。1个小时过去后，售票员坐在那不断刷着关于林嘉华的那些丑闻，一条条热搜映入眼帘。售票员叹息了一声，看来这票今天是没法卖了。就在这个时候，我和李宏远走到了售票处。两位有事吗？买票。谁的票？我们买林嘉华的，他可是顶流男歌手，无数少女心中的男神，怎么线下一个买票的人都没有？听到这话，售票员立刻明白了，果然是2个大冤种，这2个家伙估计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吧？今天周3，可能大家都没时间吧？那2位要几张门票？什么级别的？我要中等座位，970张。多少？我也跟他一样吧。听到这话，我白了李宏远一眼，显然他还是抱着陪我玩一玩的想法。李总，我叫你来不是发小才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个，要不然其实不用非得我买票的，你要是想多买几张，我可以把钱借给你，而且不用急着还，也不用算利息。最后一次，你要是不信，全当我没有说过。看到我沉下脸来之后，李宏远竟咬了咬牙问道：多少钱一张票？100。那就给我来5000张。听到这话，售票员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5000张？你确定？废话少说，快点出票。售票员不敢怠慢，很快，一共5970张门票就分成2叠，落入了我和李宏远手里。随后，我们把门票都丢在车上。李总，你跟我说实话，你这次准备了多少钱？200万。可惜了。你还觉得我买的票少了？回家吧，明天等着看新闻就好。话一说完，我便挥手潇洒的离去。负债累累的我刚离婚，却突然拥有了预知未来的能力。于是，我带着李宏远当起了票贩子。第二天，我被急促的电话铃声给吵醒了，是李宏远。李总这个点给我打电话，该不会是要请我吃饭吧？爹，你就是我爹，现在别说吃饭，吃啥都行啊。呵呵，远哥这么稳重的一个人，怎么一夜间转性了？别叫我远哥，叫我远弟就行。你才是我亲哥呀，哥，我错了，大错特错呀。随即，李宏远十分不甘地叹了一口气。你有没有看新闻？现在网络上铺天盖地的都是关于林嘉华的事情。早知道这样，我昨天就该听你的。现在我这肠子都悔青了。我笑了笑，然后将新浪微博打开，果然跟我对未来的预知一点没差，跟昨天一样，热搜上10条有8条是关于林嘉华的。但不同的是，今天的全部都是正面新闻。林嘉华的公关团队的确牛逼。然后我看向了那条林嘉华首次个人演唱会将如期举行的热搜。看来林嘉华的演唱会门票这次要卖疯了呀。
李宏远显然听出了我的讥讽，不过他除了苦笑和懊悔，真没有别的想法了。哥，我给你传了一张照片，你看一下。李宏远发来的是体育场售票处那里的照片，只见照片中人山人海，排队买票的场面比昨天还要火爆好几倍。现在的票价应该已经恢复了吧？是的，不过举办方没有趁火打劫，该多少钱还是多少钱，只是恢复原价而已。此时的李宏远真的想给自己几个耳光，因为他昨天带过去的200万，如果按照当时的票价全砸进去，现在至少可以翻10倍。既然就买了这么多，那也不用后悔了，你手里那5000张门票也能让你大赚一笔了。林老哥，其实我一直不明白，你既然知道会这样，那你昨天为什么不多买一些？哪怕我先把钱借给你也行啊。借钱不是要欠你人情吗？人情值几个钱啊？算了，不说这个了。今晚7点，我们去体育场卖票。到了晚上7点，我来到了体育馆门口。李宏远见到我后，连忙走过来，并小声问道：“林老哥，这门票多少钱一张合适？”见他这副样子，我不由笑道：“我们是正大光明的卖票，你这么鬼鬼祟祟的干嘛？”我这不是激动吗？再说，当着人家售票厅的面当票贩子，总归是有些不合适。就2000一张吧，少了没意思，多了不合适，会被人骂的。我这话一出，李宏远立马瞪大双眼。2000？怎么少了吗？不，可以，很可以了。李宏远内心十分激动，因为他手里有5000张票，如果全部卖出去就是1000万了。不过激动之余，李宏远也暗叹这些明星的吸金能力。就在这时候，售票处那里忽然传来一阵嘈杂，因为线下的票都已经卖完了。开始吧。我朝李宏远使了个眼色，然后就在一众狐疑的目光中大声喊了起来：顶流歌手演唱会入场渠道，先到先得喽，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呀。此话一出，原先还在售票处骂骂咧咧的群众立马涌了过来，随即疯狂抢票的场面就出现了。此时售票员把目光看向了我这边，发现卖票的是我和李宏远后，一句朴实无华的国粹脱口而出：卧槽，这不就是昨天那2个大冤种吗？竟然明目张胆的在这里当黄牛，而且让我少赚了那么多提成，简直太欺负人了。很快，我们手里的这5700张门票已经全部卖出去了。随后我们离开了体育馆，来到了一个清静的地方。我打开自己的账户一看，整整194万。看着这个数字，我也不禁狠狠地吞了口唾沫，但是我还是努力地压下了心头的激动。这点钱还是太少了，想给陈家和轩轩美好的生活，我还要继续努力才行。哥，你真是太牛逼了，弟弟我真想给你跪下了。当初要是听了你的，那我现在赚的就不是1000万，而是4000万了。线下拿到的票最多只有1万张，你就算是全部买了，也不可能赚4000万的，顶多2000万。那也行啊。把你的卡号给我吧，我把欠你的钱连本带利还给你，从今以后就2000了。还还个屁呀！你小子是瞧不起我李宏远还是怎么着？说句老实话，你能不计前嫌的带我赚钱，我心里已经很愧疚了。你真要让我给你跪下，你才乐意吗？远哥，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一码归一码。我之所以跟你合作，也是因为你之前帮过我。行了，你非要跟我2000的话，那就把那82万还给我，我也把我赚的这些钱给你。从此之后，咱俩大道朝天，各走一边，就当没认识过。上集说到，我当票贩子赚到了重生的第1桶金，但是就在我说要把欠的钱还给李宏远时，李宏远立马就不乐意了。远哥，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一码归一码。我之所以跟你合作，也是因为你之前帮过我。行了，你非要跟我2000的话，那就把那82万还给我，我也把我赚的这些钱给你。从此之后，咱俩大道朝天，各走一边，就当没认识过。你舍得？不舍得又能怎样？我李宏远虽然不是什么好东西，但我也不是那种忘恩负义、过河拆桥的人。其实从海宁网络跟当黄牛这2件事上，李宏远已经看出了我的不简单，而且直觉告诉他，只要能跟着我，以后就不愁没钱赚了。老弟，还是那句话，打从今天起，你就是我李宏远的亲兄弟。我不让你还钱，也不是想让你欠我人情，只是……说到这里，李宏远嘿嘿一笑，看起来很贱的样子。只是希望你以后能继续带我发财就行。行吧，那就多谢了。对了，我跟陈家已经离婚了，他可能会去你那里还钱，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老弟，作为过来人，在这方面哥还是得说你2句。弟媳那人我之前也调查过的，全世界恐怕也再难找出第2个了，你不能辜负了人家啊。离婚是结尾，复婚才是开始，这一次我会给他最好的人生。眼见天色已晚，我和李宏远聊了一会后便回家了。第2天，陈家来到了宏源理财公司。陈姐，你来了。前台早就已经认识了陈家，同为女性，她非常同情陈家，而且也非常厌恶我这种渣男。月底了，你这次过来是又开公司了吗？陈家点了点头，尽量不让别人看出自己的尴尬。
涨工资了没？陈家拿出一个信封，里面装有3000块现金。没有，还是以前那样，留了点生活费，这3000是还债的。陈姐，你说你这么做真的有必要吗？他打你骂你，你还要帮他还钱，关键是一点希望都看不到，让孩子也跟着受委屈。人家都说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可我真的看不下去了。陈家低下头叹了一口气，将信封递给前台，不愿意再多说什么。哦，对了，陈姐你等一下，李总昨天吩咐了，说你要是再来的话，他要见一见你。见我？陈家眉头一紧，因为在他的印象中，像宏源理财这种公司就没一个好东西。对方想见自己是要干什么呢？陈姐，据说李总家里也在闹离婚，他可是资产好几百万的，你要是……够了，女人要懂得最起码的礼义廉耻，别说他还在闹离婚，就算他真的离婚了，跟我也没什么关系。前台脸庞发红，有些尴尬，又有些羞怒，自己明明是好心，却被对方教训了一顿。随后，前台给李宏远打了个电话，没多久，李宏远就从办公室跑了出来。你就是陈家林明的媳妇吗？望着李宏远那眯起来的眼睛，陈家心中非常反感，但是奈何对方是债主，他也不能表现出来。李总好。哈哈，怪不得林老弟一直在我面前夸弟媳长得好看，我起初还不信，今日一见，果然是惊为天人啊。林老弟，什么时候林明开始跟这位李总称兄道弟了？他们两人的身份差距，八竿子打不着啊。那个混蛋，该不会是把我给卖了吧？想到这里，陈家的眼泪不由得流了出来。李宏远望着陈家的样子，一脸懵逼。弟媳，你这是……别叫我弟媳，我们已经离婚了，我不是他老婆了。说吧，你们又在搞什么阴谋？他又跟你借了多少钱？我告诉你，不管你们想干什么，我都不会同意的。现在是法治社会，谁也强迫不了我。误会啊！弟，陈家这里人多眼杂，你先来我办公室，我们两个单独说。我发誓，我们绝对没什么阴谋，谁要是骗你，天打雷劈，不得好死。我不去。姑奶奶啊，算我求你了成吗？我李宏远怎么说也算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再这么闹下去，别人还以为我把你怎么样了呢。陈家盯着李宏远看了一会，见对方不像是装出来的样子，于是才点头道：那行，可以去你办公室说，但你不能关门。好，你说啥就是啥，行吗？两人来到办公室后，李宏远把我欠他那82万的欠条拿了出来。你想干什么？拿这个来威胁我？随后那张欠条哧啦一声被李宏远撕成了2半，陈家当即吓了一跳。你这是干什么？从今天开始，宏源理财跟林老弟之间借款关系就没有了，弟媳你以后也不用再来了。当然是不用为了还钱来了，你要是觉得老哥这里环境还行，想过来喝茶的话，老哥随时欢迎。陈家怔怔地望着那张被撕成粉碎的欠条，李宏远后面的话早已经被他忽略了。另一边，我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站在防盗门前。轩轩，是爸爸呀，你给爸爸开开门呗。不开，妈妈说了，轩轩不许给任何人开门。你不是前天晚上还给爸爸打电话了吗？爸爸知道你是关心爸爸的，所以今天来看你了，还给你买了你最喜欢吃的鸭脖和玩具。真的吗？听到鸭脖和玩具，轩轩声音变得惊喜，不过很快那张小脸就垮了下来。可是妈妈不让我随便开门，而且那个电话是妈妈让我打的，我自己不敢给你打。透过防盗门的门缝，我看着轩轩那显瘦的小脸，眼眶一阵发红。爸爸，你怎么不说话了？爸爸在这里呢，爸爸没走。既然妈妈不让你给爸爸开门，那爸爸就在这里等着妈妈回来。可是外面也没有坐的地方，爸爸会不会很累呀？不累，只要能看到轩轩，爸爸站再久也不会累的。就在这时候，隔壁家的门打开了，一个老太太走了出来。她是听到了轩轩的动静，担心小丫头一个人在家，所以出来看看。王奶奶，你又想干什么？我回来看看轩轩。佳佳不在，你这是又想骗轩轩给你开门，然后回家偷钱是吧？拥有预知未来能力的我，赚到钱后回家看望女儿，结果被邻居质疑我是回来偷钱的。王奶奶，你又想干什么？我回来看看轩轩。佳佳不在，你这是又想骗轩轩给你开门，然后回家偷钱是吧？你看看你自己，有你这么当丈夫的吗？佳佳那么好的一个女人，却被你好几次打进了医院，你还有人性吗你？还有轩轩，他只是个孩子，你凭什么每次输钱就拿他来出气？你知不知道这会对他造成多大的伤害呀？王兰没说完，转身就要回家。王奶奶，这是我欠您的1000块钱，还有这箱旺仔羊奶，你拿着，就当是我孝敬您和宋爷爷的，请您不要嫌弃。望着我手里的钱，王兰没有些不敢相信。这家伙是脑子磕到了吗？怎么突然转性了？老婆子，我有钱，你要是真有良心，这钱你就让佳佳帮你存着，
至于这箱旺仔羊奶，我也不要，多给轩轩补补营养。这孩子从来就没胖过。王奶奶，我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吓得王蓝梅直接愣在当场。你这是想干嘛？我可告诉你，这些年我已经把你看透了，你就算来这一出，我也不会再借钱给你的。王奶奶，前几年是我自甘堕落，畜生不如，幸好有您和宋爷爷照顾佳佳娘俩，这份恩情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我向您保证，我一定不会再像以前一样了，我会好好对待佳佳和轩轩，也会把您和宋爷爷当成亲爷爷和亲奶奶来孝敬。眼见我不像是装的，王蓝梅赶紧把我给扶了起来。苦海无涯，回头是岸，你还年轻，还有大好的未来，你真能想通的话，现在改变还是来得及的，奶奶也为你感到高兴。最终王蓝梅还是拗不过我，收下了那1000块钱和那箱旺仔羊奶后，便转身回家了。不久后，楼道里脚步声响起，是陈家回来了。你来干什么？我长舒了一口气，然后朝陈家笑道：你好，我叫黎明。你搞什么？如果离婚是我上一段人生的结束，那重新认识就是我下一段人生的开始。我丝毫不觉得尴尬，只是对站在面前的女人心疼至极。我们都已经离婚了，整这套没用，别再想用这种方法骗我。我说过，我不会再相信你了。让开，我要回家了。陈家话一出，我只好老老实实的让开，因为现在3言2语就想让陈家回心转意，肯定是不可能的。轩轩，这是爸爸给你买的零食和小书包，如果你以后还想要什么，可以跟爸爸说，爸爸给你买。轩轩一脸纠结的样子，时而看看我手里的东西，时而看看陈家。你哪来的钱买这么多东西干什么？是不是又跟你爸妈要钱了？算我求求你了，好吗？我这点工资还要给轩轩上幼儿园，你别再来骚扰我们了，好吗？佳佳，过去的确是我混蛋，但现在我已经改了，我能赚钱了，不信你看。我不看，你赶紧走，我不想看到你。佳佳，你走不走？我们已经离婚了，你再不走，我就报警了。好好好，我走，我走。随后我放下手上的东西，转身就朝楼下走去。你等等，今天我去宏远理财了，李宏远当着我的面把欠条给撕了，还说你们的账已经两清，这是什么回事？我带他赚了点钱，他很感激我，所以就把这笔账抹消了。呵呵，陈家冷笑了一声，因为在他印象中，我自从创业失败之后就谎话连篇，而且境界已经高到让人分不出哪一句是真话，哪一句是假话了。你真当我陈家是傻子吗？你走吧，我也不想听你再跟我胡说八道了。有空回去看看你爸妈吧，他们养你这么大也不容易。陈家说完之后，看了眼地上的大包小包，见轩轩小脸上满是期待，最终犹豫了下，还是将那些东西拿了进去。佳佳，等着我，我一定会证明给你看的。我喃喃了一句，便转身离开了。而就在我走后，王蓝梅又从家里出来，敲响了陈家的门。你还想干？陈家下意识的就要怒喊，可当他看到门外是王蓝梅的时候，到嘴的话又咽了回去。王奶奶，佳佳，奶奶跟你说个事儿，黎明借我那1000块钱，刚才还给我了，而且还给我带了旺仔羊奶，很客气的样子，跟以前完全不同，他好像真的变了。听到这话，陈家俏脸一变，连忙说道：王奶奶，您是个好人，可千万别被他的苦肉计给骗了。您现在也没退休金，全凭以前跟宋爷爷那点积蓄活着，一定不要再把钱借给他了。佳佳，其实奶奶不应该劝你的，你前些年都经历了什么，没有人比奶奶更清楚。但是奶奶是过来人，相信奶奶的直觉，而且眼看轩轩就要上学了，其他孩子要是知道他没有爸爸，会笑话他的。陈家不由得叹了一口气，然后说道：王奶奶，您说的这些我都明白，可这么多年来，我给了他多少机会，他改变不了的，永远都变不了。说着，陈家又忍不住抽泣了起来。好了好了，孩子，咱不哭了，奶奶也不说了。看来那个臭小子把陈家伤得太深了。王奶奶，又让您见笑了。哭了一会儿之后，陈家收起自己的情绪，然后跟王蓝梅道了别，回到了家里。妈妈，你看，是钱，好多钱。拥有预知未来能力的我，赚到钱后，给前妻陈家和女儿送去了一些东西，但是最后陈家发现里面居然装有一沓沓的钞票。妈妈，你看，是钱，好多钱。只见桌子上被轩轩从塑料袋里翻出一沓沓的钞票，随即陈家拿起书包翻动了一下，发现里面还有一张纸，上面写着：佳佳，这些钱都是我光明正大赚来的，所以你不用担心，你拿出一部分还给那些亲戚，剩下的你跟轩轩2个补补身体，不要不舍得花。过去是我混蛋，我知道就凭几句话，不可能让你相信我，也不可能抹去你过去几年所受的委屈，但是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挽回这一切的机会。过去的黎明已经死了，从现在开始，你和轩轩将会是我在这个世界最在乎的人，
我不会再让你们受一丁点的委屈，绝对不会。泪水不知何时滴落，打湿了那张白纸。陈家有种想要将白纸撕碎的冲动，可最后他还是将白纸小心翼翼地叠起，然后收了起来。而另一边，坐在床上的我喃喃自语道：茅台翻倍，楼盘暴涨，麒麟股市下跌，特效感冒药。因为这些都是在我预知中会发生在不久之后的事情，也是我接下来的计划。而且因为茅台价格上涨就在几天之后，所以我暂时放弃了回家探望父母的想法。爸妈，等我把这阶段熬过去，再回去看望你们。随后，我拿出手机拨通了李宏远的电话。林老弟，真是一日不见如隔24小时啊！远哥，真是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呀！哈哈哈，开个玩笑。不过今天左眼皮一直跳到是真的，看来林老弟又要带我发财了。远哥，认识酒商吗？飞天茅台那种？哟，这个你可问对人了。我的确是有几个朋友都是做白酒生意的。那现在飞天茅台什么价了？从我朋友那里拿的话，1瓶3000左右。我昨天才买了2瓶庆祝了一下，这东西确实香啊。那这次估计你又可以买来喝了。啥意思啊？林老弟，你是要打飞天茅台的主意吗？过几天飞天茅台就要涨价了，很突兀，几乎没人知道。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尽量多囤一点。这个，容老哥问一句哈，既然没人知道，那你是咋知道的呀？我不是说了吗？我会算卦。林老弟真的懂玄学。飞天茅台的价格已经稳定好长时间了，就算要涨价，国酒局那边应该也会有消息的。国酒局有没有消息我不知道，但我知道飞天茅台肯定会涨。你要不要试试？林老弟都说了，那我当然不能拖后腿，以后我就跟着你混了。你说东，我绝不往西。那好，现在就开始找渠道囤酒吧，能囤多少囤多少。我这里有180万，等会给你打过去。挂断电话后，我按照李宏远发来的卡号，把180万打了过去。而电话那头，李宏远却是纠结了起来，因为他手里的流动资金有1100万左右，他在考虑是梭哈还是给自己留条后路。可是当李宏远想到演唱会门票的时候，心中那点疑虑立刻就消散了，因为当时就是他给自己留了后路，才导致他只赚了1000万。特么的，反正这些钱都是跟着林老弟赚的，林老弟都敢梭哈，我有啥不敢的？做人就得批一次。想到这里，李宏远生怕自己后悔，赶紧开始联系他那几个酒商朋友。到了晚上9点左右，李宏远给我打来了电话。老弟，按照你的旨意，钱都花出去了。哦，我记得李哥昨天才赚了1000万的，这是都花出去了吗？没错，林老弟都敢梭哈，我哪有不跟的道理？不过不是1000万，是1100万。看来你那几个酒商朋友确实很有实力啊。他们手里也没有这么多，大部分都是从外省调过来的，不过数量上是足够的，时间也会在2天之内。那就行，这次你又能多喝几瓶了。哈哈，这不全托老弟的福吗？远哥，有句话老弟不知当说不当说。李宏远眼皮一跳，连忙道：老弟，你这话就见外了，咱俩这关系还有啥不能说的？是这样的，放贷终究不是什么正道，即便宏远理财不是高利贷，却也让很多家庭妻离子散，比如我，你明白我的意思吗？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最终李宏远深吸了口气。老弟，这事是我对不住你，我先正式跟你道个歉。然后就是关于宏远理财的事情，我这几天就撤资，也跟其他人商量一下，把公司名字改了，彻底撇清关系，以后就跟着你混了。老弟，你吃肉的时候一定别忘了让哥哥喝口汤啊。你瞧瞧你说的啥？现在是你吃肉，我喝汤好吧？哈哈哈，老弟说笑了。在聊了一会后，我俩挂断了电话。此时的李宏远也明白，我的确是为了他好，这是在拉他上岸。而对我来说，我也不想自己身边有这么一个不干不净和被人诟病的朋友，所以趁早结束，趁早洗清，对大家都好。拥有预知未来能力的我，拿出全副身家的180万，买入了600瓶飞天茅台，坐等它涨价。而就在囤酒后的第4天晚上6点多，我的父母来到陈家的家里。爸妈，你们怎么来了？当陈家开门看到外面穿着朴素的老两口之时，脸上顿时露出喜色。佳佳呀，我们没有打扰你吧？妈，您说什么呢？赶快进来。怎么还拿这么多东西？你们两个也真是的，来的时候说一声啊，我去接你们，这样多累啊。不累，一点都不累，这不是家里有点农产品，寻思给你们送来吗？奶奶，石玉芬刚进屋，一道瘦小的身影就扑了过来。我的乖孙女啊，奶奶我可想死你了。爷爷，哎，轩轩腻完奶奶之后，又跑向了林成国。林成国也是开怀大笑，可当他往屋里的四处看了一下后，脸色就骤然阴沉了下来。佳佳，林明呢？陈家低下头，没有说话。那个混账东西是不是又偷你的钱去鬼混了？林成国见陈家依旧没有说话，心里也知道10有8九是自己说的那样了。
畜生，畜生啊！我林成国怎么就生了这么一个畜生？林成国满脸怒火，朝池玉芬吼道：“给他打电话，给你那个好儿子打电话，不管他在哪里，立刻的让他给我滚回来，不然我今天就宰了他！”池玉芬刚才的笑容也已经全然消失，一直在跟陈家说着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有个屁用！我今天就要他知道该怎样做一个男人，快给他打电话！眼看林成国已经处于暴怒的边缘，陈家连忙将池玉芬给拦住。妈，让我给他打吧。喂，爸妈来了，你过来一趟吧。爸妈？是你爸妈，而且爸现在很生气，你做好准备。挂断了电话后，我连忙起身，饭也不吃了，立马打车来到了碧水小区。上楼后，我发现防盗门没关，直接就进去了。可当我一进屋，父亲一脚就踹了过来，啪的一声，我直接一屁股坐在地上。陈家和母亲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爷爷，你不要打爸爸！你还是个男人吗？成天动手打老婆孩子，还偷钱出去鬼混，这就是你的本事吗？论条件，佳佳愿意嫁给你，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气。可你倒好，动不动就打她，还到外面花天酒地，不务正业。你说你还活着干什么？还有轩轩，她上辈子到底是做了什么孽，居然会成为你林明的女儿？今天我就要替他娘俩出这口恶气！眼见林成国怒火中烧，陈家害怕他真把我打出个好歹来，赶紧过来拦住林成国。爸，您冷静一下，我向您保证，林明以后不会再打我了，也不会再打轩轩了。保证？别说是你，他林明都保证无数次了，可他做到过吗？要不是赶人犯法，我真是宰了这狗东西的心思都有。林成国力气很大，陈家根本拦不住他，所以情急之下，陈家只能喊道：“爸，我们已经离婚了，我不再是他的老婆了，他真的不敢打我了。”此话一出，林成国原地一愣，池玉芬也是呆滞在那里，如遭雷击。逆子，真是逆子啊！离婚好，离婚好啊，这样他以后就再也不敢打你了。望着老两口的样子，陈家不由得一阵心疼。他本来说好要帮我瞒着，就是担心我父母会伤心。可今天要是不说，林成国还指不定会做出什么。爸妈，别叫我爸，你才是我爸，你是我祖宗。你身子弱，容易生病，所以从你出生开始，我和你妈就操碎了心。好不容易等你长大了，工作了，我跟你妈又天天因为帮你借钱而奔波。你说你爸条件不怎么样，人品也一般，怎么就能娶到这么好的媳妇呢？你妈天天烧高香，天天烧高香，老是说什么祖宗显灵了，佛祖菩萨保佑了。你这半辈子除了考上个野鸡大学，你唯一一件让我感到骄傲的事情，就是把佳佳娶了过门。可是现在好了，这也不怪你，是我的错，都是我林成国没有把你教好啊。陈家站在一旁，早已经泣不成声。随着林成国的开口，他心中积攒的委屈也跟着涌了出来。林成国说完之后，转身就走出了屋外。爸，你去哪里？回家。池玉芬也知道这里待不下去了，朝林成国追去。妈。母亲看了我一眼，最终还是没说什么，满脸失落的走了。而这一刻，我清晰的体会到了什么叫做家庭破碎，妻离子散。对不起，我也不想这样的，对不起。妈妈，你别哭了，轩轩害怕。跟你没关系，该道歉的人是我，这一切都是我的报应。我知道继续待在这里只会让陈家更加难堪，所以我强装镇定的朝轩轩笑了笑，然后转身离开了。回到出租屋后，我买了几瓶酒，喝得酩酊大醉，倒头就睡了。重生后，我第一次与父母见面，结果被父亲一脚踹在了地上。当陈家说出我们已经离婚后，气得父母连夜坐车回了老家。第二天早上9点半，我被电话铃声给吵醒了，拿起来一看，发现李宏远已经给自己打了5、6遍了。喂，我的老弟哟，你到底在干嘛？可真是急死我了！怎么了吗？还怎么了？你不是会算卦吗？难道你没算出现在飞天茅台的价格已经翻了2倍还多？已经涨价了。对啊，涨价了，疯狂的要死，根本没有任何征兆，也不是逐次递增，而是一次性就从3000涨到了8000。你不知道，我那些朋友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都问我是怎么知道要涨价的，真是笑死我了，哈哈哈。涨价了就出手吧，经过这次暴涨，飞天茅台的价格会暂时平稳一段时间。暂时？也就是说以后还会涨吗？那是以后了，估计到时候你也瞧不上这点钱了。动辄上千万，原来在林老弟眼里只是小钱，果然是高人啊。这一刻的李宏远已经全然忘记了半个月前的我还只是一个人人唾弃的社会烂仔。老弟，我有一个朋友对你非常好奇，想见你。你跟他说我的事了？老弟息怒，我也不是故意要让他知道的，不过我那位朋友身份有些不同，我觉得你可以见一见他。他叫周冲，是蓝岛市一把手的儿子，
听到这话，我皱起的眉头顿时舒展开来。刚想着人脉的事情，对方就送上门来了，真是瞌睡的时候送枕头啊！远哥居然还能认识这样的人物，看来老弟还是小看你了呀。其实我们也没啥太深的关系，人家可是蓝岛市第一公子，其实我能够到的。不管怎样，既然他想见我，那见一下也无妨。那行，时间地点我联系好之后告诉你。挂断电话后，我又回想起昨天在陈家家里发生的事情。沉思半刻后，我给母亲打去了电话，但是铃声响了很久都没人接。可就在我以为母亲不会接的时候，电话被接通了。妈，你们到家了吗？昨晚赶了连夜的长途客车，已经到了。母亲的话听起来很疲惫，我内心十分自责。虽然我有很多的话想跟母亲说，但始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还有事吗？没事就先挂了吧，地里还有活要干。妈，过去的事情都是我不对，我发誓，我一定会让您和爸还有林克、林楚他们都过上好日子的。听我这么一说，母亲彻底绷不住了。孩子啊，我跟你爸当了一辈子的农民，从来都没有想过什么大富大贵，我们只希望你能安安稳稳、脚踏实地的过日子而已。你说你怎么就跟佳佳离婚了呢？或许是生气，也或许是悲戚，母亲真的累了，直接挂断了电话。妈，您放心，我会把佳佳追回来的。到了下午，我收到了李宏远发来的消息。林老弟，我已经跟周冲说好了，明天上午10点在特维国际见面。特维国际怎么这么耳熟？哦，对了，这不就是陈家上班的地方吗？这下真是巧儿他妈给巧儿开门巧到家了。第二天早上10点左右，我来到了特维国际。没等一会，李宏远也来到了。我们两人刚刚进入电梯，不远处就走来了一个女人。是他？怎么可能？他来这里做什么？我和李宏远走进办公室的时候，韩长宇立刻起身，笑容温和，没有丝毫架子。李总、林总、韩总好。李宏远也很客气，因为他知道在韩长宇这种人物面前，自己真的算不了什么。韩总客气了，我孤家寡人一个，哪里有资格称总？两位请坐。在办公室里还坐着一个年轻人，看起来只有26、7的样子，穿着打扮倒是正常，不过能明显感受到对方身上的傲气。李总，这就是你说的那个？对的，周总，他就是林明。不怕李总生气，昨天你跟我说了关于他的事情之后，我就找人查了一下，结果貌似不尽人意啊。此时的李宏远满脸尴尬，他没想到周冲这么不给面子。而就在这个时候，我给了李宏远一个眼神，示意他不用担心。早就听闻周公子大名，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这种场面话就别说了，我都听腻了。那不知周公子想听什么？既然你想听，那我就说给你听听。茅台上涨的确出人意料，不过我就是做这个的，事后想来，从各方面去分析，其实这事也是有迹可循的。说实话，算卦什么的，我一直都认为是胡扯。你这次敢囤酒，完全就是运气，或许还有那么一点从赌博上带来的魄力，倒是让李总跟你赚着了。不过以后这种运气可不会常有，你好自为之才是。说完之后，周冲兀自撇了撇嘴，看起来懒得再跟我交谈的样子。林总别介意，周冲这家伙就这样，因为这耿直的性格，不知道得罪了多少人，有时候我都想揍他一顿。我只是在陈述事实而已。今天过来，本来是打算为周公子免去一次灾祸的，既然周公子这么不欢迎，那我只能先走了。你敢诅咒我？我只是在陈述事实而已。有意思，敢跟我对着干，那我倒要看看你是真的有2把刷子，还是不自量力。周总，林老弟是真的有本事，你听他说完也不吃亏，是不是？你小子能不能有点耐心？好，刚才算我莽撞了，那就请林大师解惑一下，我周冲到底有什么灾祸？周公子手里是不是有一批从国外进来的红酒？我就是做酒业的，手里的红酒多的是，别说1批，10批都不止。法国明特兰装运过来的1万瓶左右，价值5000万。你怎么知道？拥有预知未来能力的我，在李宏远的搭线下，认识了满身傲气的富家公子周冲。而就在我说出他将会有灾祸时，对方当场急了。周公子手里是不是有一批从国外进来的红酒？我就是做酒业的，手里的红酒多的是，别说1批，10批都不止。法国明特兰装运过来的1万瓶左右，价值5000万。你怎么知道？周冲这忽然提高的语调，把李宏远和韩长宇都吓了一跳。周冲，稳重点。韩哥，你不懂，那批红酒是前几天才运过来的，一直处于保密状态，除了我助理之外，只有我爸和我家老爷子知道，就是为了一鸣惊人，以此来打响我冲云酒业的名号。听到这话，韩长宇不由得看向我。会不会一鸣惊人我不知道，但我知道那批红酒是假酒，会喝死人的。你放屁，我大部分身家都压在了这批红酒上面，明特兰庄的红酒质量全世界更是有目共睹，要是那些几10块的垃圾红酒也就罢了，但这种高端红酒怎么可能会是假酒？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敢拿我开涮的人都没什么好下场。
你今天要是说不出个所以然，那就别怪我不给李宏远留面子了。或许周公子真的把希望全都寄托在了这批红酒上了，但周公子可曾找人验过酒？周冲气息一滞，没有说话，因为他已经跟对方合作过好几次了，而且再加上明特兰庄从来没有出过一次假酒，所以他从来就没想过验酒的事情。看来是没有。既然这样，那就不用再说其他了，先验酒吧。望着我那胸有成竹的样子，周冲一时间有些慌了。周冲，验酒本来就是应该走的程序，就按照林总说的做吧。一瓶红酒5000块钱而已，你要是不舍得，那我给你出。不用，要是林大师说错了，那这5000块酒钱就让林大师出。周冲盯着我，多少有点不服气的样子。那要是我说对了呢？周冲眼皮狠狠地跳动了一下，因为他知道，要是真被我给说对了，那可就不是钱的事情了。想到这里，周冲再也没有废话，连忙将手机拿了出来。小慧，就上次从明特兰庄运来的那批红酒，拿3瓶去质量监督检测所验真。冲哥，拿3瓶没必要吧？那些酒在国内每瓶都价值2万以上，3瓶可就是6万多块。再说您怎么忽然想起？闭嘴，按照我说的做，立刻，马上。挂断电话后，周冲还是用死死的眼神盯着我。你眼睛瞪这么大干嘛？眼神要是能杀人，恐怕我现在都要死1万遍了。时间逐渐流逝，半个小时很快过去了，办公室里的气氛有些压抑。而就在这时，周冲的电话响了。出结果了吗？冲哥，假酒都是假酒，3瓶都是假酒，条形码和中英文标签都是对的，但2氧化硫严重超标，还他妈的掺杂了大量的工业酒精。听到这话，周冲浑身一麻，如遭雷击。冲哥，对方是在耍我们，他们这是故意在给你下套，这种酒喝了是会死人的。话一说完，周冲整个人都麻木了，脸色也变得苍白。不是这样的，不可能会是这样。紧接着，周冲像疯了一样给国外的供酒商打电话，但那个号码已经成为了空号。但周冲不死心，又想通过其他方式联系对方，最后无一例外全部失败。操！周冲大吼一声，直接将手机摔在地上。韩长宇和李宏源两人就算再傻也知道发生了什么。李宏源也是竭力压制着那种激动的情绪，毕竟人家周公子还在暴怒，他表现出来肯定是不好的。而韩长宇则是眼盯盯的看着我，他忽然觉得眼前这个男人有些恐怖。林先生，韩总请说。这真的是你算出来的？怎么知道的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周家已经成功从悬崖上逃了下来。而这时的周冲也瞬间清醒过来了，他望着我，双腿无力，软的站不起来，最后直直的朝我跪了下去。周公子，你这是干嘛？我也是赶紧将周冲扶住，毕竟我再牛逼也不能让堂堂蓝岛市第一公子给自己跪下。谢谢。周冲喃喃道，满心的后怕，因为他真的难以想象，要是这批红酒真的卖出去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后果。随即，周冲忽然扇了自己一个耳光，然后深深的给我鞠了一躬。林先生，我为我之前的失礼向你道歉，要不是你，我周冲恐怕就没几天活头了。谢谢，真的谢谢。周公子言重了，这不是没发生那些事吗？也是周公子品性不坏，听得进去，所以才能悬崖勒马，不然谁也阻止不了的。林先生，我不是傻子，我知道一旦这些红酒卖出去，对我周家来说会是怎样的一种后果。周冲看着我，不过这一次他的眼神就不是之前那种冰冷了，变得柔和许多了。林先生，你是周家的恩人，是我周冲的恩人，要是看得起我，以后我就叫你一声林哥。别的不说，今后不管林哥有什么事，只要我周冲能做到的，绝不推辞。承蒙周公子厚爱，我的确比你年长几岁，咱们以兄弟相称，倒也不会失了礼数。韩哥，摆宴，今天我一定要跟林哥大喝一场，不醉不归。好，就洪宁家的天阳酒店，行吧？虽然化解了危机，可你却是损失了5000万，你就不心疼吗？钱是王八蛋，没了可以再赚，但是我这小命要是没了，那可就真的完了。随后我们几人也是愉快的聊了起来，不过相比之前，现在的气氛就好多了。而就在我们聊得正欢的时候，韩长宇办公室的门却被敲响了。进来吧。随即一道熟悉的身影出现在了我的面前。韩总，我是项目部陈佳，刘总监在开会，所以由我来跟您汇报关于……陈佳还没说完就戛然而止，因为他看到了坐在沙发上的我。真的是你？我用预知未来的能力给周冲免去了一次灾祸，对方也是从起初的满脸傲气变成了满脸感激。而就在我们聊得正欢的时候，陈佳进来了。韩总，我是项目部陈佳，刘总监在开会，所以由我来跟您汇报关于……陈佳还没说完就戛然而止，因为他看到了坐在沙发上的我。真的是你？原来走进电梯的人真的是他，但是他怎么会出现在韩总的办公室里，而且看起来还有说有笑，风度翩翩的样子。我一直在找你，可是没找到。这一幕倒是把韩长宇和周冲搞懵了。林先生，你们认识吗？认识。不认识。韩长宇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陈佳。
韩总也不是不认识，只是我看着陈家那俏脸通红的样子，我不由笑了笑，然后说道：“我喜欢他。”此话一出，所有人都愣住了。你别胡说，林哥，你没开玩笑吧？就林哥的能力，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为什么偏偏喜欢一个如此普通的职员？我没开玩笑，我喜欢他，我爱他，而且爱到了骨子里。如果不能成为他的男人，不能给他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那我下半辈子就没有存活的意义了。陈家呆呆地看着我，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至于其他人，李宏远倒还好说，大概知道我和陈家的事情，但是周冲跟韩长宇就是一脸懵逼了。这就表白了，这么直接的吗？看来我真的要跟林哥学学了。林哥算卦能力牛逼，泡妞也是一把好手啊。没想到啊，林先生的心上人竟然在我这里，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韩总，不是您想的那样的。汇报的事情先放到一边，你去跟进一下华中和庭广那几个项目吧。我会跟刘总监打个招呼，以后这几个项目就由你来负责了。听到这话，陈家顿时美眸瞪大，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一切。怎么会？这么一块大蛋糕，怎么会突然落在我手里了？是他，肯定是因为他，就因为他刚刚说了那些话，所以韩总才会把这几个项目给自己的。可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他林明有什么能力让韩总这么在意，甚至是还带着一点恭敬？韩总，感谢您的厚爱，不过我才任职不到1年，资历不足，恐怕难以胜任这些项目。你是林先生的心上人，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哦，对了，等会儿我们要跟林先生去吃饭，你要去吗？陈家当即反应过来，他无视了我那充满期待的眼神，说道：“我还有工作，就不打扰韩总了。”那行，下次吧。韩长宇热情的让陈家浑身不舒服，他赶紧逃离了这个宛如另一个世界的办公室。林哥，你眼光真好，这陈家一看就是个好女人。换了别人的话，就韩哥刚才说的那几个项目，恐怕要高兴死，哪里还会拒绝？你不懂，你既然之前调查过我，那也肯定知道我曾经做的那些混蛋事。其实陈家是我的前妻了，就在1个星期前，我们已经离婚了。卧槽，我这马屁是拍在马腿上了呀！林老弟，浪子回头金不换，我相信只要你坚持下去，弟媳肯定会回心转意的。唉，失去后才知道珍惜，一切都晚了。我收拾了一下心情，见周冲在盯着自己，不禁微笑道：“周大公子，可不要像我这样啊！”林哥，你说笑了，小弟我现在连个女朋友都没有，想那些还早呢。到底发生了什么？喂，你干嘛？吓死我了！陈姐，你真的好大好挺，哪里像个生过孩子的女人呐，嫉妒死我了！臭丫头，再敢胡说八道，小心我收拾你！嘻嘻，陈姐，你都站在这里几分钟了，看什么呢？没什么。撒谎，我都看到了，你一直在盯着韩总他们，该不会是想打韩总的主意吧？不过韩总的确是个钻石王老五，这么年轻就成为了分部的执行总裁，以后肯定还会爬得更高。哪个女人要是能嫁给他，做梦都会笑醒。你想什么呢？天天就喜欢八卦。难道不是韩总？那个40多岁的老男人肯定不在考虑范围之内，那就是另外2个了。其中一个我听别人说过，是蓝岛市一把手家的公子，好像叫周冲。这种人还是别想了，比韩总还要难搞。最后一个倒是可以，能跟韩总他们谈笑风生，肯定也不是简单人物。最关键的是，他真的很帅啊！说到最后，沈月满眼小星星。死丫头，信不信我把你这些话告诉你男朋友？切，这怕什么？说话又不犯法。再说我还没有男朋友呢。陈家沉默了一会儿，最后才说道：“你说的那个最帅的，就是我的前夫，他叫林明。”什么？陈姐，你不会是在骗我吧？我骗你干什么？是真的。我的天，原来姐夫长得这么帅，也不像是你说的那么……说到这里，沈月连忙闭嘴，直接话锋一转：“陈姐，对不起呀，我不是故意提起你的伤心事的。其实我觉得有一句话说得很对，长得帅的人大概率都是渣男，让他们都滚蛋去吧。”关于我的事情，陈家没有大肆宣扬，只是偶尔会跟沈月提几句，所以沈月对我也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哼，看起来人模狗样的，只是一副皮囊而已，这种人早晚会遭报应。陈家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喃喃出了一句话：“他好像真的变了。”我看不见得吧，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陈姐，你现在已经脱离了苦海，可别再被他给蒙骗进去了。也是。陈家凄然一笑，也没有再多说什么了。我们离开特威国际后，很快便来到了天阳酒店。林哥，洪宁那小子听说来了一位贵客，无论如何都要见见，不会打扰了你的雅兴吧？这有什么打扰的？堂堂天阳集团少东家，我巴结都来不及呢。那就好，那就好。林明，就在这时候，包间外面忽然传来了一道惊呼声，紧接着走进来一个30岁左右男人，身后还跟着2人。原来是你，这么多年没见，你比在学校的时候更气派了呀。见到是我的熟人，所以李宏远、周冲还有韩长宇打算打个招呼，却不成想郑云东直接一语惊人：“那当然了，谁会跟你林大神一样，
在学校里是风云人物，到了社会上却变成一个草包。听着那浓浓的讥讽语调，还有居高临下的嘴脸，让周冲三人脸上的笑容都是一致。没想到这家伙这么记仇，不就是当年陈家选了我没选他吗？都这么多年过去了，还在乎当年那点屁事？你的事情我都听说了，不过你打扮的倒是人模狗样，怕是又在坑蒙拐骗吧？也不奇怪，毕竟你干这种事情都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水平了。郑云东，都这么多年了，看到我们都是校友的份上，别搞得这么难看。难堪，哈哈哈！我看是你的那些骗术被我揭穿了，所以下不来台吧？这么多年了，我终于有机会出这口恶气了。你在大学的时候不是很嚣张吗？你不是想打我吗？来啊，打我啊！我看你敢吗？听说你很喜欢打女人啊，连自己孩子都不放过，真他妈是个畜生！我真就不明白了，陈家当年到底是怎么看上你，又为什么要死心塌地的跟着你？你到底哪点比我强？不夸张的说，你现在连给我提鞋的资格都没有。随后，郑云东从包里拿出了几沓红彤彤的钞票，往桌子上一甩。林明，你不是喜欢钱吗？这里有5万块，你要是现在给我跪下道歉，再让陈家陪我几天，那这5万块就是你的。听到这话，周冲等人忍不了了。林哥，我没有说话，只是用眼神示意了一下周冲，让他别冲动。反倒是郑云东完全被嘴上的快感冲昏了头脑，当作我是敢怒不敢言了。林哥，你叫他林哥，哈哈哈。郑云东揉了揉周冲的脑袋，小伙子，毛都没长齐吧？爷爷我今天拉你一把，你可千万别被他给骗了。这杂碎穿得这么正式，肯定又是打算骗你们的钱，小心血本无归忧。此刻的周冲脸色阴沉的要滴出水来了。我长这么大，除了爸妈和爷爷之外，还从来没人敢揉我的头。怎么，你还不服气？我就揉了，怎么了？你能把我怎么样？郑云东又揉了几次，差点把周冲给气炸。要不是碍于我，他或许早就上去一顿暴打了。还有你们2个，别说爷爷没有提醒你们，跟这种杂碎搞在一起，早晚家破人亡。此时，一向稳重的韩长宇也忍不了，开口道：阁下看起来很牛逼的样子，不知什么来路，可否说来听听？听个屁！林哥，只要你发话，我现在就干他。哟呵，还想动手？就凭你们几个，配吗？还有你算什么东西？也有资格打听我的来路？看你这不服气的样子，要不然你先说说，看看是不是比我强？韩长宇看向了我，似乎在等我发话。既然他想知道，那你就告诉他呗。随即，韩长宇向郑云东甩去了一张名片。特威国际华国大区驻东林省执行总裁韩长宇。你吹什么牛逼？还特威国际？郑云东一脸不屑地拿起名片，他看到了特威国际、韩长宇、执行总裁等字眼，而且还有韩长宇的照片印在上面。你？此时的郑云东脸庞涨红，宛如五雷轰顶一样，冷汗不断冒出。随后，他又下意识地看向李宏远和周冲。看来他还想知道你们是谁。话音刚落，李宏远立刻甩过去了一张名片。宏远理财总经理李宏远。宏远理财。郑云东这表情倒是让李宏远有些摸不着头脑了。什么情况？我们宏远理财的名声已经大到这种程度了吗？其实郑云东之所以有这般反应，是因为他的顶头上司从宏远理财那里贷了一些款，所以他经常都能看到自己的上司愁眉苦脸的样子，而且有时候还鼻青脸肿的。因此在郑云东心中，宏远理财的大名简直比韩长宇这个执行总裁还要响亮。周冲，你就不用自我介绍了，他不配知道。此时的郑云东真的很想扇自己几个耳光，因为在这么几位大佬面前，自己却是一口一个爷爷自称，还把人家的脑袋揉过来揉过去。韩哥，八冲，哈哈，等着急了吧？话音刚落，天阳集团的少东家洪明走了进来。进来后，他发现郑云东也在这。郑总监，你怎么也在这里？你们认识？我偶遇大学同学郑云东，不料对方来者不善，竟敢当众揉周冲的脑袋。但在得知了韩长宇和李宏远的身份后，郑云东被吓得直接不敢吱声。而此时刚来到包间的洪宁也是一脸懵逼，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郑总监，你怎么也在这里？你们认识吗？认识个屁！老洪，我说你怎么回事？我记得我爸当初把这块地批给你家的时候，就一再嘱咐过，天阳集团必须要用于打造高端酒店。现在倒好，什么样的斯文败类都能进来了。洪宁皱了皱眉，一头雾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郑总监是来跟我谈合作的，这是发生啥事了？谈成了吗？差不多吧。那现在黄了。听到此话，郑云东脸色巨变，因为他为了跟天阳酒店合作，他做了大半年的计划书，修了又改，改了又修，好不容易熬到了出头之日，现在居然说黄就黄了。洪总，那份计划书你也看了，我们合作一定会达到共赢的局面。你先别说话，八冲，这到底怎么回事？
还怎么回事？这货刚刚居然当众揉我的头发！洪宁一怔，随即目光看向郑云东，脸色阴沉的不能再阴沉。你揉他的头发了？郑云东吓惨了，扑通一声，直接跪在了地上。洪总，各位老板，是我有眼无珠，是我不识泰山，我该死，我……你当然该死，连周冲的脑袋你都敢揉，你告诉我，还有什么是你不敢做的？说完，洪宁又是接连几个大嘴巴子刮在郑云东的脸上。好了，再打下去他就要废了。洪宁动作一顿，朝我看来。老洪，这就是我跟你说的贵客林明，林哥。既然林哥已经发话了，那我就饶他一条狗命。我刚才跟你说过，别搞得这么难看，你为什么就不听呢？林明，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我才是杂碎，你放过我吧，求求你放过我吧。我本来也没想把你怎样，是你做的太过火了。滚吧，别影响我们吃饭。郑云东如获大赦，连滚带爬的朝外面而去。等等，听到我的声音，郑云东身体突然僵住。我告诉你，以后再敢打陈家的主意，我让你变成太监。不敢，绝对不敢。回去告诉你们老板，合作的事我洪宁不同意。洪宁话一说完，郑云东也没敢吭声，赶紧溜了。郑云东离开后，包间里又恢复了之前的和谐。林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家伙就是洪宁，天阳集团未来继承人。周冲叫你林哥，那我以后也叫你林哥了。初次见面，还望林哥以后多多关照。洪总，严重了。我们谈笑间，一道道美味佳肴也陆续摆上了桌。林哥，你尝尝这梭子蟹，这都是今天早上才收回来的，肥得要命，而且一直养在海鲜池里，鲜度也不差。看着这满桌的好酒好菜，我不禁想起了陈家和轩轩，因为他们娘俩也从来没吃过这些东西。林哥，怎么不吃？你不喜欢吃海鲜吗？当然喜欢，这种人间美味谁不喜欢？洪总，这种梭子蟹端上饭桌，怎么也得500-600起步吧？888一斤。还有林哥，你直接叫我名字就行，要不然就跟阿冲一样叫我老洪，老是洪总的，太见外了。哈哈，要是你不见怪，那我以后也叫你老洪了，这样的确亲近许多。酒过3巡后，老洪，等会可以帮我再做几个菜吗？我想打包带回去给孩子吃。林哥真是个顾家的好男人，没问题，包在我身上。顾家，真要是顾家，自己就不至于落得个妻离子散的结果了呀。那现在就叫人做吧，我等会就走。行，我吩咐一下。林先生，您住哪里？我送您过去。我笑盈盈的看着他，送我是假，有事才是真吧？也没啥事，就是觉得您这么厉害，想让你也帮我看看。这个小事一桩而已。韩总36岁了还没结婚，该不会是想看姻缘吧？林哥，你还别说，要不是他经常去夜店，手机上还有这么多女人，我都以为他是弯的呢。阿冲，你自信点，把以为去掉，韩哥就是弯的。你们2个给我一边去！林先生，您可别逗我了，就我这长相，我这条件，您觉得我结不了婚吗？韩长宇说这些话的时候还是很自信的，不是没人跟他结婚，而是他根本就没想过要结婚。你今天要不是坐在这里，以后可能真的就结不了婚了。短短2句话，却是让原本笑声盎然的包间直接安静了下来。韩长宇脸色变了又变，呼吸也跟着急促。林先生，您这是什么意思？后天，也就是9月2号，你打算出差是吧？是的，去集团总部做一个季度汇总。9点半的船票，从跨海港出发，海神号。此时的韩长宇脑袋一阵轰鸣，他终于体会到了周冲之前的感觉了，因为在此之前根本没有人知道他是打算坐船去海外的。神人啊！韩哥，特维国际的集团总部好像是在欧洲吧？你坐飞机去不行吗？邮轮多费时间啊！你有所不知了，最近工作太累了，有点烦躁，一直都心绪不宁的。我选择邮轮，主要原因也是想好好的放松一下，反正总部那边也不着急，晚几天也没关系的，所以我就当旅游了。你之所以心绪不宁，就是因为即将到来的结束，而且还不止一劫。上集说到，在我说出韩长宇将会有灾祸时，对方当场吓傻了。你之所以心绪不宁，就是因为即将到来的结束，而且还不止一劫。这听到此话的韩长宇吞了口唾沫，其他人也都是吓得一声不敢喘。还望林先生帮忙解除灾祸，我韩长宇感激不尽。第一劫就是那艘邮轮，你现在立刻退票，改坐飞机，因为海神号在靠近瓦伦南亚的时候会遭遇一场雷暴，海浪也会跟着增高，船上会死人。至于这第2劫，貌似是桃花劫。我停顿了一下，似笑非笑的看着韩长宇。你在欧洲是不是有一个相好？乌克兰女性，大长腿，肤白貌美，你口味还不错吗？此时的韩长宇浑身无力，他感觉自己全身上下都已经被看穿了。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不过最好是警惕点，他已经被人收买了，幕后的人叫斯朗基夫，也是乌克兰的。韩长宇双目圆瞪，斯朗基夫竟然是他！
看着韩长宇的样子，大家就知道肯定是有四郎肌肤这个人了。不过此时的洪宁还是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毕竟事情还没有真的发生，而且洪宁更是觉得我像极了电视上那些把人忽悠的找不着北的神棍。谢谢林先生，谢谢林先生。韩总客气了，你帮过陈家，我自然要回报你，礼尚往来嘛。林哥，我们3个是最好的朋友，你既然给我和韩哥都看了，那能不能给老洪也看看？此时的洪宁一脸黑线，因为他个人是不太相信这些事情。林哥貌似给谁看都有灾祸啊！阿冲那里是1节，韩哥那里是2节，到了我这里，该不会变成3节了吧？我命由我不由天。别说那些屁话，林哥的本事有多么牛逼，岂是你能想象到的？林哥愿意给你看，那是你的福分。老老实实给我坐在那里，再敢胡说八道，咱们朋友都没得做。不用担心，老洪的命好着呢，至少暂时是没什么事的。我就说吧，林哥，照你的意思是现在没事，但以后会出事。阿冲，你啥意思？诅咒我呢？别说话，有点事，但现在不方便说，等到的时候我自然会帮他。酒足饭饱后，洪宁吩咐厨房给我打包了一些菜，随后我就独自打了个出租车，直奔碧水小区而去，而李宏远也随后离开。我俩走后，洪宁这才朝韩长宇和周冲问道：“这位林哥真的有那么神？你不信算了，反正我这里已经验证了，林哥不但救了我周冲，更是救了我整个周家。”韩哥，那个司郎肌肤又是怎么回事？他是我的竞争对手，总部年底会进行一次高管考核，因为华国这边的总负责人明年就会调任，所以各个分公司的执行总裁都很眼馋这个废柴。总负责人的职位大概率会在我跟司郎肌肤中选出，司郎肌肤的业绩跟我差不多，不过因为我本身就是华国人，地理上占据优势，所以他的胜率要小一些。也就是说，把司郎肌肤干下去，你就是特威国际在华国大区的总负责人了。差不多吧。听到这话，洪宁和周冲都是咂巴了一下嘴，因为整个华国大区的总负责人，那可是比东邻省这里的执行总裁要强不少的。这样的话，那林哥说的乌克兰相好也是真的了。韩长宇没有回应，算是默认了。我靠，韩哥你真会玩啊，这手都伸到国外去了，老弟佩服。滚一边去，你们俩一天天就没个正经。不过说实话，要是林先生只是模棱两可的指出我有什么灾祸，那我可能还会有所怀疑。但他连我坐哪艘船、什么时间出发，甚至连司郎肌肤和那个乌克兰，这些都点了出来，我是真的不服都不行了。可我还是不太相信这些，你们也别说我，估计是个人就很难相信。你相不相信，时间自会证明。林哥不是说了吗？那艘海神号邮轮会在瓦伦莱亚海域遭遇雷暴，到底是真是假？到时候看新闻就行了。我看你是魔怔了。周冲也没耐心跟他闲扯，因为他还要回去处理那批红酒的事情，所以他索性跟洪宁道别后，与韩长宇一同离去了。陈小姐，有时间吗？陈小姐，我们都已经离婚了，你现在肯定不喜欢我叫你老婆或者媳妇吧？我没工夫跟你扯皮，你打电话给我干嘛？我打包了几个菜，估计萱萱那丫头自己在家里也没吃饭，想让你回来跟她一起吃。谢谢，不过不用了，我有饭吃。你就算是不为了自己，也要为了萱萱吧，她也不会做饭，自己在家里又要饿肚子。此刻听到是说萱萱一个人在家，陈家果然犹豫了起来，想了一会后，陈家开口道：那你现在过去吧，我就不回去了，但你不准再打她，否则我就直接报警了。我心里不由得叹了一口气，看来以前的自己真的给这娘俩造成了太深的心理阴影啊！你不回来，萱萱恐怕不会给我开门啊。现在是上班时间，我很忙，哪里有时间回去？没关系的，我已经跟韩长宇打了招呼，你回来就行。韩总，听到这话，陈家想起了今天上午在办公室里看到的一幕，他心中再次升起了疑惑。而正好这时候，一个陌生电话打了进来，陈家还以为是客户，急忙道：客户来电话了，我先挂了。你好，您是哪位？是陈家弟妹吗？我是韩长宇。韩总，您给我打电话是？听说侄女自己在家里，今天下午你就回去休息吧。林明给你们打包了几个菜，趁着这个闲暇时间，你们一家3口聚一聚。韩总，我手里还有好多工作，而且我跟林明已经……工作以后再说，孩子重要，听我的，赶紧回去吧。还有，以后可不准把孩子自己放在家里了。侄女才4岁，什么都不懂，万一遇到危险怎么办？从今天开始，只要有需要，你随时都可以回去。韩长宇说完就挂断了电话，根本不给陈家拒绝的机会。而陈家也是站在原地，呆呆的拿着手机。韩总刚才叫我什么？弟妹。上集说到，我给韩长宇免除了灾祸后，我就拿着洪宁另外给我打包的饭菜来到了碧水小区。我刚上楼就接到了李宏远的电话。林老弟，酒商那边刚才给我来了消息，那批茅台已经出手了，账到之后我就给你转过去，还是那个卡号吧。能出手这么快，肯定有周冲的原因吧？是的，周公子都给他们通了消息，不过主要原因还是这种酒太抢手了，加上快中秋了，肯定卖得快。
那就好，那没事，我就先挂了。我刚挂断了电话，恰好就碰到了邻居王兰梅回家。虽说有了上次的事情，她对我的态度有所好转了，但还是能看得出来，王兰梅还是有点警惕的，似乎生怕我又变回以前的样子。王奶奶，您回来的正好，我刚从饭店打包了点东西，您拿几只梭子蟹吧，我就补进去了。现在的海鲜价格不便宜，就算是水蟹都得50-60，饭店里更贵，你花那钱干嘛？没事的，王奶奶，我已经赚钱了，您只管吃就行。最后，王兰梅还是拗不过，只能提溜着几只螃蟹回家了。这螃蟹的重量貌似不是水蟹那么简单啊。轩轩，爸爸。轩轩看到我后，下意识后退了几步，因为上次父亲暴揍我的事情，又让这小丫头受到了惊吓，所以她还是不敢给我开门。不过没等一会，陈家就回来了。上次的东西还没吃完，你又买这么多干什么？虽然离婚了，但我们过得比以前要好，用不着你假惺惺的来施舍。我没别的意思，这不是担心轩轩自己在家里吃不好吗？顺带过来看看你们娘俩。现在知道担心轩轩吃不饱了，早干什么去了？轩轩不到3岁的时候我就出去工作了，那时候也没见你担心过，现在他已经4岁了，能自理了，你却关心起来了，真是天大的笑话。此刻的我简直无地自容，但是我也知道所有的解释都是苍白无力的。不过也真是少见，你竟然会给轩轩买吃的，还买了2次，倒是比以前能忍了。以前你假装悔过的时候，都是随便买点不值钱的东西，等从家里拿钱之后，就会立刻翻脸。这一次，我倒想看看你能坚持到什么时候。听起来像是讥讽，可我却是露出狂喜之色。想看看我坚持到什么时候？这是不是就说明陈家也很希望自己能一直这样？陈家打开防盗门，径直地走了进去。妈妈，不让爸爸进来吗？陈家回头见我手足无措地站在外面，不由回想起了我之前每次回家都会把家里搅得鸡犬不宁的场景。不过最后陈家还是鼓起勇气道：“进来吧。”轩轩，你吃饭了吗？我泡饼干吃了。那肯定没有吃饱，你看爸爸又给你带了好吃的。说完，我就拿出打包回来的菜放在桌子上，那精致的菜品散发香气。轩轩也是下意识的就走了过来。爸爸，这是什么呀？这个是花龙，这个梭子蟹你认识，不过这个你肯定不认识，但你一定喜欢吃，叫巧克力布丁，非常甜哦。巧克力布丁，我可以吃一口吗？当然可以，这就是给你买的，你赶紧尝尝。好吃，爸爸没骗我，这个巧克力什么丁真好吃。是巧克力布丁。我也是趁着这个机会，赶紧伸手摸了一下轩轩的脑袋，而看到这一幕的陈家却是反射性的就要喝止，不过还没等他开口，我就将手伸了回去，并且朝陈家看来。你也没吃饭吧？快过来一起吃。我不饿。陈家话音刚落，他那平滑小腹就传来了咕咕的叫声，让陈家恨不得找根地缝钻进去。这该死的肚子！这些东西我本来就是给你们2个一起买的，而且轩轩一个人也吃不完，要是剩下的话，即便不会坏，味道也会变差。我不需要。见陈家依旧坚持，最后我实在是没办法，只能拿出杀手锏了。这些菜都是从天阳酒店打包的，就是那个5星级酒店，全部加起来已经上万了，要是真的坏了，你不心疼？上万！此刻的陈家呼吸一滞，虽然他知道龙虾、螃蟹这些东西价格很贵，但没想到会贵到这种程度。一顿饭花了上万块，你疯了吧你？对，我就是疯了。以前我是个畜生不如、天打雷劈的疯子，但是现在我是个爱你们到骨子里，恨不得为你们拼命的疯子。陈家呆呆地站在那里，脑海一片空白。许久之后，他才回过神来，露出一抹自嘲。疯了，真的是疯了。离婚之后，这个男人又学会了花言巧语。上集说到，我带着打包好的饭菜来到陈家家里，而且最后还要我使出了杀手锏，陈家才愿意吃这些东西。但是考虑到陈家的感受，我也没有过多逗留，和轩轩闲聊了一会后，我便离开了。第二天早上，我醒来后，习惯性的拿起手机看了一眼，发现有一条短信，原来是飞天茅台的钱到账了，总共480万。随后，我给李宏远打去了电话，但意外的是，这一次李宏远竟然没接。但是我没多想，又打了一次，这一次李宏远接起来了，不过听起来没有多么高兴的样子。远哥，这大清早的，怎么还有起床气不成？哎，别说了，真要只是起床气还好了呢。林老弟给我打电话，肯定又有好事吧？可惜了，这次我恐怕不能跟你玩了，我的资产都被冻结了。资产冻结？为啥？是这几天来钱太快了吗？跟这个没关系，是我家那口子在作妖，不过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电话那头时不时传来一些吵杂声，李宏远好像正在处理什么事，语气很着急的样子。家庭琐事，老弟我也爱莫能助了。挂断电话后，我又想起了周冲那个公子哥，这家伙现在对自己可是崇拜的很，加上这次损失了5000万，恐怕正在找地哭呢。随即我拨通了周冲的电话，对方也是很快就接通了。林哥，
林哥怎么会在这个时候给自己打电话？他该不会是算到了自己现在跟谁在一起，以及说些什么吧？怎么，没想到我能给你打电话？没有，这不是昨天才分开吗？闲话少说，你昨天才损失了5000万，我寻思帮你回点血。电话那头，周冲眼睛猛地瞪大，他看了一眼对面的中年男人，这才道：果然是我林哥，有发财的事第一时间就想到了我，你说我怎么爱你好呢？周冲这家伙拍马屁的功夫一看就不成熟，和李宏远相比还是差了些。花雨水岸知道吧？知道，是蓝岛市南部郊区正在开发的那个楼盘吗？对，你带着钱过来吧，我在售楼处等你。我先挂了，一会见。林哥你等等，小弟知道林哥能带我赚钱，不过我能不能冒昧的问一句，为啥是在花雨水岸那里？花雨水岸现在的房价已经跌到了2万左右，看起来还有继续下跌的趋势，可谓是整个蓝岛市最不被看好的楼盘之一了。那里荒郊野地的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据说还因为没人买，导致开发商差点破产了。说到这里，周冲忽然惊声道：林哥，你该不会是打算过去收购吧？收购？你还真是看得起我呀！你先别管这么多了，过来就行。这次能赚多少钱，就看你今天带多少钱了。听着电话里传来的嘟嘟声，周冲只能将手机放下，又看向那个中年男人。这位中年男人就是周冲的父亲，蓝岛市当今一把手周明礼。而在周明礼旁边还坐着一个70多岁的老人，他是周冲的爷爷周文年。怎么说？他说花雨水岸就是南部郊区的那个楼盘，会让我发财。但是不应该啊，花雨水岸都快要烂尾了，那点工人天天吊着也不怎么干活，而且我也经过那里好几次了，还想着说开发商是不是脑子不好呢？这种楼盘能赚什么钱？听到这话的周明礼和周文年无比震惊。有关大力开发南部郊区的事情，要在明天上午发布会时才公布的，而且这件事的保密工作也做得很好，不可能走漏任何风声的。他林明又是怎么知道的？难道真像周冲说的那样，他是算卦算出来的？而另一边，我正坐在花雨水岸售楼处的沙发上，望着那盯着手机完全没打算理会自己的几个房产销售，我暗暗摇头。不过这事也怪不了人家，这偌大的售楼处虽然看上去档次很高，可放眼望去，除了那几个销售之外，连个鬼影都没有。不久后，售楼处外面传来刹车声，是周冲来了。林哥，看来你手里还是有钱的嘛，没把车都卖掉。林哥，你这就小看你弟弟了吧？咱不管是做人还是做事，向来都喜欢给自己留一线，就算亏了那5000万的红酒，也不至于卖车吧？看来你还是有点实力的呀，那你带了多少钱过来？林哥，咱先不说钱的事，你看看这售楼处，别说人影了，就连个苍蝇都没有。还有那些销售，一个个跟他妈丢了魂似的，在这里买房子干嘛？一旁的男销售听到周冲这话后，立马就不乐意了。你怎么说话呢？怎么，你还不服气？来，过来咱俩摆摆。人家哪个老百姓买房子，不是攒了一辈子的钱，这100-200万花出去，到头来还得看你们的脸色不成？怪不得这里一个人都没有，就你们这种态度，能卖出去才怪。男销售被周冲喷得面红耳赤，却又没办法反驳。阿冲，差不多得了，我叫你来是赚钱的，不是叫你来对人的。而且你自己都说了，这里连个鬼影都没，他们招待谁去？我不是人吗？林哥，你不是人吗？你9点就给我打的电话，早就已经到了吧？等了这么长时间，连杯水都没有，这售楼处的人都干什么吃的？正好这时候，那前台小姐端着2杯水走了过来。拥有预知未来能力的我，打算和周冲一起购买烂尾房，不料结果却是遭到了销售员的无视。而就在周冲的一顿骂街后，一位前台小姐端着2杯水走了过来。这不是来水了吗？你少说几句，大家都不容易。周冲冷哼一声，倒也没再说什么了。而前台小姐见周冲也不像是什么善茬，所以放下水就打算离去。你等一下，这位先生，您还有事吗？你能签合同吗？前台小姐愣了一下，然后惊喜道：那个，我不是销售，不过要是先生想买房子的话，我可以帮您找一位销售。不用，就你了，相信我，你也可以的。这位前台小姐叫裴雪，大学毕业不久，刚入行，所以只能在前台倒水、擦擦桌子之类的。今天她还是第一次听别人这么夸她，所以心里有些小感动。林哥，你不会是打算泡她吧？胡说什么呢？别说那些没用的，你就说要不要跟我一起干。要跟我干的话，就告诉我你带了多少钱，不要浪费时间。周冲顿时偃旗息鼓，最后老老实实的道：500万。看来这家伙的确没多少家底了。现在房价多少了？好像是1.8万1平，具体分楼层、楼号，我也不是太清楚。这样吧，我们买的多，你把经理叫过来。好。说完，裴雪连忙跑去叫经理了。林哥，你真打算在这里买房子？因为开发南部郊区的事情，周明礼和周文年都没告诉周冲，所以他还是有些犹豫。
没打算买，只是借这里的房子周转一下。我把自己的计划跟周冲小声简单的说了一下，周冲也没再多问了。想那么多干嘛？既然都已经拿钱来了，跟着林哥干就是了。不一会儿，经理在裴雪的陪同之下走了过来，是一个看起来很精明的男子。两位好，我叫王兴勇，是花语水岸的销售部经理。王经理好，16000一平，我们打算买100多套，价格能下来吗？我的话说出之后，直接就让王兴勇大惊失色，裴雪也是小嘴张大，难以置信。100套。此时，之前不服气的那个男销售也是喊道：“100套，是我听错了，还是你说错了？”你的声音真的很难听，能把嘴闭上吗？王兴勇此刻反应过来，瞪了那个男销售一眼，这才道：“这位先生，你没开玩笑吧？价格可以的话，你就去拿合同吧，不过提成要算在他身上。”先生，您有所不知，裴雪不是销售，他是不是销售跟我没关系，我只认他。为什么？因为他刚才给我倒了一杯水。此刻的裴雪感觉自己如同在做梦一般，因为自己小小的一个举动，竟然能换来了如此大回报。最后，我们两人大笔一挥，按照每套5万定金的合同，我的480万定下了96套，周冲的500万定下了100套。签完合同后，我们和王兴勇道了别，准备离开。而这时的裴雪忽然从后面过来：“那个，感谢您对我的栽培，您看我可以加一下您的联系吗？以后关于房子的事情，您不懂也可以问我。”说到最后，裴雪细若蚊蝇，俏脸通红，脑袋都要缩到脖子里去了。加联系就算了，好好干，你以后肯定会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我话一出，裴雪直接愣在原地。啥意思？这是拒绝自己了吗？林先生，我已经结婚了，有老婆有孩子，我很爱他们，他们也很爱我。裴雪顿时哑口无言，一脸羞愧的低下头。小姑娘，我之前只是开个玩笑，你不要想多哈。林哥的老婆漂亮着呢。说完，我们就离开了销售处。而这时，另外几个销售立刻跑到了裴雪这里。小雪，这次你真的发财了，接近200套房子啊，每套提1万，都有200万了。哎呦，你说我怎么就没那么好命哦？不过可惜了，那位林先生没加你联系，不然你以后就能吃香喝辣的了。他老婆漂亮又怎样？时间长了，总归是没有新鲜感的。是呢，实在不行，咱们小雪做个小三也行啊。几人把裴雪围在中间，看似羡慕，实则都快要嫉妒的吐血了。说的话也是要多酸有多酸。倒是要感谢几位前辈门缝里看人呢，不然我也没这个机会。不过请客就算了吧，我今晚没时间，以后看心情吧。说完，裴雪转身就回到了岗位上。那几个销售也是被气得牙根痒痒，但又拿裴雪没有办法。林哥，你的过去我不妄加评论，但你现在也算是有钱人了，至少弄辆车开着呀。贵的不说，5系、E 级，又或者是 A6 这些都行嘛，也就几十万的事儿，没车总归是不方便的。你说的没错，我的确该买辆车了，不然去哪里都得打车，很浪费时间。那你有卖车的朋友吗？这个还真没有，不过我可以帮你打听一下。那再说吧。你去哪里？我送你过去。就在这时，我的电话响了，是陈家。轩轩加你了，都要急哭了，快加上。话一说完，陈家就挂断了电话，而我也是以最快的速度打开聊天软件，同意了轩轩的好友申请。送我去碧水小区吧。拥有预知未来能力的我，与周冲一起成功定下了196套烂尾房。而就在我们走出售楼处门口时，我接到了前妻陈家的电话。轩轩加你了，都要急哭了，快加上。话一说完，陈家就挂断了电话，而我也是以最快的速度打开聊天软件，同意了轩轩的好友申请。送我去碧水小区吧。离开花语水岸售楼处后，很快我便来到了陈家家里，并把带来的饭菜摆放在桌上。轩轩也是吃得津津有味。而这时候，陈家从阳台走了过来，他一眼就看到了打包盒上的坤坤烧鸡，于是不由蹙眉道：烧鸡哪里不能买，非要去坤坤烧鸡干嘛？多贵啊！陈家见我没有说话，有些诧异的道：今天这是怎么了？怎么不说话了？这不是上次说错话了吗？担心又惹你生气，索性就直接闭嘴了。陈家听到这话，那鲜红欲滴的嘴脸再次扬了起来，不过很快又消失了。轩轩慢点吃，烧鸡不容易嚼烂，小心噎着。你也一起吃吧，我打包了3份。陈家斜了我一眼，然后打开其中一份放在我面前，然后拿起最后一份打开，安静的吃了起来。吃了一会后，我忽然道：还有1个多星期就中秋了，我想给爸妈送点月饼。中秋本来就是团圆节，你已经有好几年没回去了，一直都是叔叔阿姨来看你，他们年纪大了，来一趟不容易，不能总让他们跑，加上上次的事情，你回去看看他们也是应该的。是你爸妈？我话一出，陈家用惊讶的眼神看着我，因为他不敢相信这话是从我口中说出来的。我不光是亏欠了你们娘俩，也亏欠了你们老陈家。我依旧记得当年结婚的时候，你爸妈对我说的那些话，他们不求我有多么发达，只求我能给你一个安稳的家。他们从来没有瞧不起我，无论是我创业失败，
还是我自暴自弃？他们都帮了我太多，甚至连老两口的养老金都拿了出来。我愧对他们，也没脸去见他们。但我不能一直这么躲下去，我要让他们看到现在的我，我也要让他们知道，他们对我的期望并没有付诸于东海。此刻的陈家双肩颤动，双眸发红，泪水不自觉地湿润的眼眶。因为过去的几年里，他时时刻刻都希望我能像现在这样，说一些让他看到曙光的话。现在我们离婚了，我怕我突然过去会惹得老两口生气，而且还有陈生那边，你知道的，他是个急性子。你最应该看望的是你爸妈，懂吗？我明白你的意思，但你也要知道，你对我爸妈的心情，就是我现在对你爸妈的心情。吃完了吗？吃完了你就回去吧。陈家话一出，我心里突然一慌。我可以走，不过我刚才说的事情，腿长在你身上，我还能管得了你吗？最后我也是见好就收，识趣的离开了。这个林明离婚后到底怎么了？完全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而在回出租屋的路上，我随手给周冲打了个电话。林哥，我们好像才分开了不一会啊，怎么这么快就想老弟我了吗？去，说正经的，这次我想让你帮忙买一些高端上档次的月饼。啥？买月饼？现在月饼不是满大街都有的卖吗？这次不一样，这次我是要送去陈家父母那边的，所以绝不能含糊。还有，再帮我弄几瓶飞天茅台，价格无所谓，反正质量过关上档次就行。原来是这样子，行，林哥，我办事你放心，包在我身上。看着挂掉电话的周冲，周文年便开口道：这个林明真是把我的大孙子当仆人了哟。爷爷，没您说的那么严重，我有渠道，他找我帮忙也正常。周文年自然不是那么小心眼的人，只不过是随口调侃一下而已。上午去花雨水岸买了几套房子，我记得你手里的钱应该不多了吧？对，我只带了500万，不过林哥的意思不是买房子，只是签了一下定金合同，一套5万，我100套，他96套。周冲没有隐瞒合同的事情，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而听完详情后，周文年双眼射出金光，自语道：果然是个牛人啊！爷爷，您嘀咕什么呢？不过我真是搞不懂林哥了，他神神秘秘的，也不跟我说这么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万一他真要我买这100套房子，我哪来的钱啊？他知道你有多少钱，自然不会那么坑你的。这时，周文年突然站起身来，对着周冲道：这次做得不错，以后可以多听听那个林明的建议，有机会的话，最好带他来见见我。说完，周文年便转身走回了房间。而坐在沙发上的周冲已经完全陷入了呆滞当中。爷爷，这是怎么了？怎么突然想要见林哥？而且这么多年来，我还是第一次见爷爷这么欣赏一个人啊！上集说到，周冲把和我一起购买了近200套烂尾房的事情告诉了周文年，结果让周文年十分震惊，甚至还提出让周冲带我去见他。爷爷，这是怎么了？怎么突然想要见林哥？而且这么多年来，我还是第一次见爷爷这么欣赏一个人啊！第二天早上，正在看着美女直播的我，被周冲的一个电话给打断了。周大公子一大早就给我打电话，这是要请我喝早茶吗？林哥，别说喝早茶了，喝啥都行。林哥，你真是太牛逼了！就在刚刚，新闻里说南部郊区要开发了，你是不是早就算出了南部郊区开发的事情，所以你才带我去签定金合同的？好什么呢？你这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你要发财了呀？我靠，我能不高兴吗？我们现在手里可是攥着接近200套房子啊！我可是听到消息了，花雨水岸的价格至少会翻2倍。我们要是把这些房子全卖出去，那岂不是？别做梦了，你有那么多钱把这些房子都买下来吗？周冲听到这话，瞬间冷静下来，哭丧道：也对啊，就算按照1平16000来算，咱们手里的房子也要。别算了，算了还不舒服。我早就跟你说了，我们不是真的要买房子，而是借这些房子来周转一下。现在明白了吧？明白了，反正林哥你牛逼就是了。现在去花雨水岸买房子的人肯定挤爆了，我们挑选的都是最好的楼栋和楼层。不过200套属实有点多了，而且我们也不能一直在售楼处叫卖，不然肯定会引起售楼处的不满的。我明白林哥的意思，现在肯定有很多炒房团在打花雨水岸的主意，我先打听一下，看看有没有人愿意接手我们这200套。挂断电话后，我便打开了手机的新闻软件，果然和我预想中的一样，铺天盖地的都是关于开发南部郊区的新闻。而另一边，正坐在花雨水岸售楼处办公室里的王新勇心情十分复杂，因为就在刚刚，他接到了旨意，说花雨水岸的房子要涨价，而且最低也要1平6万，最高更是1平9万。这消息原本对于他来说是件好事，可让他不爽的是，昨天我和周冲一起在这里定下了近200套房子，而且都是最好的楼层和楼号。如果按照今天的房价来算，哪怕折中到1平8万，花雨水岸也要承受至少15亿的损失。王经理，此刻站在一旁的助理看着王新勇愁眉苦脸的样子，终于忍不住了，咬牙道：这件事上面早晚都会知道的，与其拖下去，还不如趁着现在集团高层心情大好，赶紧上报给他们。
你说的对，我也不想再拖下去了，不然这样我晚上连觉都睡不成。于是王新勇拿出手机，拨打了一个备注为程总的号码。是小王啊，是不是打算跟我汇报花雨水岸的事情啊？财务部刚刚进行了资金汇算，这次因为省府的政策，花雨水岸估计会给我们带来近100亿的利润，这放眼全国楼市都是非常罕见的，你就等着升值吧，哈哈。此刻的王新勇能感受到程总那种美丽的心情，殊不知程总越是开心，他就越是扎心。怎么不说话？激动坏了吗？王新勇心中一恨，咬牙道：程总，我有件事想跟您说一下。昨天有2个人来售楼处了，买了196套房子，每套的房价都是1平16000。此话一出，电话那头瞬间寂静无声。王新勇脸上的冷汗开始渗出，他已经做好了迎接暴风雨来临的准备。196套，每平16000。许久之后，程总的声音才再次响起，不过已经完全没有了刚才那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反而压抑的让王新勇窒息。是的。多大平方的？120到140平的。楼号和楼层呢？都是最好的楼号和楼层，80%是楼王位置。这么大的事，你为什么昨天不立刻汇报给总部？程总，我也没想到啊，昨天签的只是定金合同，我本想着等他们交齐首付或者尾款再给您一个惊喜的，谁知道会突然出现这种变化啊。说到这里，王新勇委屈哭了，因为15亿的钞票让他不吃不喝，天天用手数，都要数上2-3个月。王新勇，你完了。程总撂下这句话之后，王新勇的手机里就传来了嘟嘟声，而此刻的王新勇浑身无力地坐在了沙发上，他有种想将手机砸了的冲动。但是大概1刻钟后，他的手机又响了起来，是程总打来的。你刚才说你们昨天签的是什么合同？定金合同。几倍违约金？3倍。仅限于定金吗？对，仅限于定金。立刻打电话通知对方，我们愿意赔付违约金。上级说道，由于省府要开发南部郊区，所以一时间花雨水岸的楼房成了人们眼中的香饽饽。但是与此同时，王新勇却因为跟我和周冲签下了196套房子的定金合同，遭到了高层的一顿谩骂。你刚才说你们昨天签的是什么合同？定金合同。几倍违约金？3倍。仅限于定金吗？对，仅限于定金。立刻打电话通知对方，我们愿意赔付违约金。说完，程总便挂断了电话，而王新勇则是原地一愣，随后眼睛就亮了起来，他仿佛看到了自己翻身的机会，于是他立马拿起手机拨通了我的电话。喂，你好。您好，是林先生吗？我是花雨水岸销售部经理王新勇。是王经理啊，听说市里要在南部开发新区了，花雨水岸也跟着变成了香饽饽，倒是要恭喜你了。听到这话，王新勇愣了一下，他本来还想跟我扯一会儿天文地理的，却不曾想我直接就说到了点上了。林先生，是这样的，昨天晚上楼盘这边检查出多项指标不合格，所以董事会临时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对花雨水岸进行大规模改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实在是无法保证楼盘的交付时间，所以打电话来就是想告诉您一声，看看能不能先解除合约，毕竟这样会影响到您房屋的交付使用。但是鉴于您和周先生是咱们这边的大客户，再加上是我们楼盘的自身原因才导致解约，所以董事会一致决定愿意按照合同赔偿您跟周先生3倍违约金，不知林先生意下如何？虽然我已经预知到此事会发生，但是当听到王新勇这番看似客气，实则厚颜无耻到了极点的话语之时，我直接怒气道：楼盘交付的时间我倒是不担心，反正我也没打算真的在这里住，我很快就会把这些定金合同转让出去的。转让定金合同？对，没错。林先生一开始的想法就只是签一份定金合同，您说的1个月内交齐首付或者全款都是敷衍我的。这一次我没有回答，但此刻的王新勇心中掀起了惊天骇浪，脑子也是一阵混乱。不过他也懒得去想那么多了，因为此刻的他只想给集团挽回那15亿的损失。林先生，您可能不知道，私自转让定金合同是违规的，再加上集团准备对花雨水岸进行整改，肯定也不会同意您这么做。违规但不违法，毕竟房价现在涨了，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只要你们能理解，那这就算不得私自转让，你们有知情权却无干涉权。你这样做，集团够呛能理解啊。王经理的意思是这合约必须得解除了。没错，集团就是这么个意思，也的确是为了您和周先生着想，我也没办法的。呵呵，你叫王新勇是吧？我记得昨天我们签合同的时候，你那张嘴都快要笑歪了。仅仅一夜之隔而已，就因为房价上涨翻脸不认人，不愧是能做到销售部经理的存在呀。听到我的话后，王新勇也不打算装下去了，直接撕破脸地说：林先生，我是站在您的角度为您考虑，您怎么还倒打一耙呢？
而且林先生，我想您也应该知道，花雨水岸是鼎盛置业旗下的楼盘，现在花雨水岸多项指标不合格，进行规整是必须要做的。我们不能因为你跟周先生两人就砸了鼎盛置业这块招牌。你当初跟我们签的定金合同，现在解约，我们也愿意赔付你每套15万的违约金。可你要是依然不同意的话，那就只能让鼎盛置业的法务部跟你谈了。说到最后，王新勇对我的称呼已经从您变成了你，由此可见，他已经彻底将我和周冲当成了两头待宰的羔羊。行，你王新勇够狂，不过我建议你把刚才这话再说一遍给周冲听听，我想他应该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不需要你提醒，我也会给周冲打电话，这是必然要走的程序。王新勇说完就挂断了电话，而另一边，坐在办公室里满心喜悦的周冲正在盘算着这次购房的利润。这次绝对能够将红酒亏损的5000万赚回来了，甚至可能还会更多。林哥呀，林哥，我真想跟你去暖床啊！而就在这时候，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打了进来，周冲还以为找到买家了，当即接了起来。周先生是吧？我是王兴勇。王兴勇，花雨水岸的销售部经理，你给我打电话干什么？集团决定解除你跟林明昨天在售楼处签的合同，不过作为赔偿，每套房子15万的违约金，我们会在30个工作日内打到你们卡上。听到此话的周冲如遭雷击，他大脑宕机了片刻，然后猛地站起身来，怒斥道：你说什么？你肯定已经听明白了，我也没必要再去叙述了。按照花雨水岸现在的房价，每套15万违约金，你们这是打发要饭的呀？我刚才已经给林明打过电话了，你们要是不同意，那就去找法务部谈吧。跟之前一样，说完之后，王兴勇就毫不客气地挂断了电话。而听着手机里传来的嘟嘟声，周冲差点气炸。我靠，一个狗屁的销售经理竟然也敢嚣张到这种程度，真是反了天了。省府新政策出台，花雨水岸楼价直线飙升，王兴勇翻脸不认人。我靠，一个狗屁的销售经理竟然也敢嚣张到这种程度，真是反了天了。周冲平复了一下心情后，给我打来了电话。林哥，王兴勇那个王八蛋给你打过电话了吧？对，打过了。花雨水岸这是打算拿着这3倍的违约金就想堵住我们的嘴，这他妈也太嚣张了吧！说违约就违约。林哥，我真的要气炸了！你是不知道王兴勇给我打电话时候的语气，说什么我们要是不同意，就找鼎盛置业的法务部去谈。房子没涨价的时候，他恨不得给我们2个舔鞋底，现在又这么高高在上，搞得好像我们应该去跪舔他似的，这是真把我们当成冤大头了呀！别生气，毕竟按照现在的房价来说的话，我们这接近200套房子的确会让花雨水岸损失巨大，我早已经预料到了这一幕。不生气是假的，我恨不得锤死王兴勇那个狗东西。在这蓝岛市，除了我爸妈和爷爷之外，还真没人敢跟我这么说话。周冲这话的确不假，至少在蓝岛市这1亩3分地上，他的确是个小霸王。林哥，他到底是怎么跟你说的？就算违约，也总得有个理由吧？他没跟你说吗？没有，他就说花雨水岸打算跟我们解除合同，但是根本没告诉我原因。听到这话，谁都能想象到王兴勇给周冲打电话之时那狂妄至极的表情和口气，所以怪不得周冲会这么愤怒。王兴勇的意思是花雨水岸各项指标不过关，所以打算整改，而且如果整改的话，就会延期交房。所以他说，在无法保证房屋交付时间的情况下，站在我们的角度考虑，花雨水岸只能违约。这特喵还是为我们好了，真是要笑死他周爷爷我了。行，我算是明白了这些家伙的尿性。林哥，这件事你就不用管了，都交给我。他王兴勇不是说指标不合格吗？那我就看看这花雨水岸到底都有哪些指标不合格。说完之后，也没等我应声，周冲就挂断了电话。可见这次周冲是真的非常生气。下午2点，花雨水岸售楼处，来这里排队的人越来越多，站在售楼处门口根本看不到尽头。而在3楼办公室里，王兴勇坐在沙发上面悠哉悠哉地玩着手机，丝毫没有了上午那种慌乱的样子。他暗自庆幸，提前将那接近200套房子的事情告诉了程总。虽然要赔3倍的违约金，但也不至于让集团损失太大。而且这次的房价暴涨，我王兴勇该升职加薪还是要升职加薪。而就在这时候，办公室门忽然被撞开了，随即进来了几号人。那站在最前面的正是蓝岛市消防局2把手韩工业。韩处，这是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快快请坐。不用了。韩工业盯着王兴勇看了一会儿，这才似笑非笑的道：有人举报花雨水岸多项指标不合格，其中就包括消防，我今天就是为了这事来的。听到韩工业的话，王兴勇一脸懵逼，他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有人看不得花雨水岸一朝飞天，再给他们上眼药呢。韩处，您知道的，咱这是鼎盛置业开发的楼盘，肯定不可能出现质量问题，消防项目更是重中之重。王兴勇停顿了一下，又说道：
有没有一种可能，这是有人恶意举报呢？而且这么点小事，没必要麻烦韩处亲自跑一趟的。没有质量问题，这不太对吧？给我们进行举报的人说，就是王经理表示花与水岸多项指标不合格的，怎么现在又说没有任何质量问题了？此话一出，王新勇心中一跳，他立刻就想到了自己中午打的那2个电话，自己就是以质量不过关当借口来搪塞我和周冲的。想到这里，王新勇有点慌了。我没这么说过啊。王经理真是贵人多忘事，不过这也没关系，反正我们手里有通话录音，要是王经理想听的话，我们可以满足你。连通话录音都搞到手了，这是专门针对自己而来啊。韩处，我中午的确是打过2个电话，不过那都是……有没有问题，我们自己会查。要是真的没发现问题，那就是我唐突，自然会给王经理道歉的。说完之后，韩工业就吩咐手下的人对花雨水岸楼盘进行全面调查。而此刻的王新勇人都傻了，因为他非常清楚，在消防这方面，哪怕是一个小饭店，都很容易查出许多不合格不合规的地方，更别说这么大一个楼盘了。麻烦王经理先把工程部的孙经理叫过来吧，在验收没有通过之前，花雨水岸是不允许开工，也不允许预售的。韩处，以您跟孙经理的关系，没这个必要吧？公事公办，跟私人感情不能混为一谈。王经理连这个道理都不懂。此刻的王新勇心中直骂娘，他算是彻底明白过来了。那2个被自己视为大冤种的家伙，真是铁了心要搞自己的。那韩处先等一下，我这就给孙经理打电话。走出办公室，王新勇打的第1个电话，并不是孙经理的，而是程总。程总，消防局来了，韩工业亲自带人来的，说是调查结果没有出来之前，花雨水岸的楼房必须要停止销售。消防局，他们怎么会忽然过来？我中午不是给那个林明和周冲打电话了吗？就说王新勇将打电话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程总，而程总也立刻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中午才通知的他们，下午消防局的人就来了，还是韩工业亲自过来。那2个家伙不简单啊！程总，现在怎么办？韩工业这是摆明要针对我的啊，话里话外几乎都点出来了。今天这事恐怕没那么容易善罢甘休啊。你先让孙红过去，我这边等会儿给你回电话。上集说到，王新勇正在为自己给集团挽回了15亿的损失暗之窃喜时，韩工业就亲自带队来花雨水岸进行彻查。程总，现在怎么办？韩工业这是摆明要针对我的啊，话里话外几乎都点出来了。今天这事恐怕没那么容易善罢甘休啊。你先让孙红过去，我这边等会儿给你回电话。王新勇稳了稳情绪，这才给工程部总经理孙红打去了电话。不一会，孙红便拿着一大堆关于楼盘消防的资料来到了办公室。韩处，这是花雨水岸的消防资料，请您过目。韩工业接过资料，认真的看了起来，而站在一边的王新勇跟孙红大气都不敢喘一声。直到10分钟之后，韩工业才到。资料的确是完整的，不过具体还得看工地那边，两位也别着急，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吗？等结果就成。大约半个多小时过去，韩工业手下的人都陆续从工地回来了。他们在韩工业耳边语了几句，只见韩工业的脸色越来越阴沉。花雨水岸靠的就只是这几张纸，但我韩工业那么好糊弄，这么多问题没有处理，以后老百姓怎么敢放心住在这里？一番话下来，王新勇和孙红的心算是彻底凉了。韩工业含着一张脸，冷冷地瞪了王新勇和孙红一眼，然后转身就要离开。老韩，你等等，这到底是为什么？咱俩好几年交情了，你至少得让我知道原因吧。该赚的钱你们可以赚，不该赚的钱你们也敢赚。蓝导师现在姓什么？你们难道就没有调查过？跟别人翻脸之前，先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能耐。孙红不是傻子，立刻就听明白了韩工业的意思。老孙啊，鼎盛置业固然有实力，可商人终究只是商人，你明白我的意思吧？我今天过来只是个开始而已，也算是给你们一个警告。要是你们还拎不清的话，那下次来的就是住建局了。话一说完，韩工业便离开了。老孙，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蓝导是一把手，姓什么来着？当然是姓周啊，这不是废话吗？在蓝导市开发楼盘，岂能不知道蓝导市的掌舵人是谁？那昨天买房子的那2个人叫什么来着？一个叫林明，一个叫周。说到这里，王新勇戛然而止，而孙红也知道他已经猜出来了，苦笑道：这一次咱们怕是踢到铁板了。完了完了，这下真的完了。第二天早上，我坐在沙发上用手机查找着启灵汽车的资料，因为在我预知中这又是个大商机。而就在这个时候，周冲来电话了。林哥，忙不忙？不忙的话咱俩见一面，我有点事想跟你说。不忙，正好我也有事要跟你说。哪里见？那就不豪客咖啡馆吧，我给你发位置。行。8点半左右，我和周冲来到了咖啡馆。我打量着四周那小清新式的装修，觉得有些意外。
以周冲的性格，居然会来这种地方，这貌似不太符合他的格调啊。直到一个身高1.7米左右，看起来打扮得非常清纯，也非常漂亮的年轻女孩出现，我这才露出恍然大悟的神色。林哥，喝点什么？听到女孩对我的称呼，顿时让我更加确定了自己的猜测。一杯拿铁吧。你呢？还是老样子。此刻的周冲嘴巴都要笑歪了。等女孩离开后，我笑问道：“喜欢人家呀？”周冲摸了摸后脑勺，倒也没有隐瞒。哎，相往有意，神女无心呐。的确是个好女孩，打扮的也不妖艳，还很有礼貌。那是我周冲看上的女人，岂能差了？人家底子好，根本就不用这过分打扮。夸你2句你还喘上了，搞得好像人家已经答应你了似的。要不要我给你支个招？此话一出，周冲精神一振，连忙道：“我的亲哥哟，你赶紧帮帮我吧！我已经追他好几年了，再这么下去，我觉得我都要废了。”今晚7点，等我电话。现在不能说吗？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有些事情你得凑巧，懂吗？那好吧。闲聊了一会后，我们这才说起了正事。看来花雨水岸的事情你已经在处理了。我林哥果然是神机妙算，我有时候都觉得我什么时候想尿尿你都能算出来。滚蛋！我有病啊！去算你什么时候尿尿？王新勇那个狗东西还真当咱俩好欺负了。昨天咱俩通完电话之后，消防局的人就去花雨水岸工地了，还是韩工业韩处亲自带队。听到这话，我不由看了周冲一眼。不愧是蓝岛市第一公子，这关系网果然恐怖。反正我这脾气是不怎么好的。今天花雨水岸那边要是再没有消息的话，那就轮到住建局过去了。差不多就行了，没必要这么大动干戈。林哥，你不懂，这些所谓的商人就是欠收拾，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他们还真当咱俩是软柿子了。你现在又何尝不是一个商人？我是商人不假，但我是正儿八经的商人，我是靠着良心赚钱的商人。花雨水岸那些人跟我能比得了？算了，咱们不提王兴勇那个蠢驴了。还有个事儿跟你说一下，我已经找到下家了，是岭南那边的一个炒房团，不过定金合同的具体转让价格还得你来决定。我点了点头，没说话，因为我知道以周冲的关系，找到下家自然不难。林哥，我真觉得挺可惜的，也就咱俩手里没那么多钱，不然真把这些房子买下来，然后转手卖出去，赚得更多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种话就别说了。周冲撇了撇嘴，随后问出了他最想知道答案的问题。林哥，那你觉得咱这些定金合同一份定价多少合适呢？就200万吧。多少？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好歹也是蓝岛市第一公子，这点钱就让你找不着北了。不是我。周冲一时间说不出话来，因为定金合同是5万的，他原先想的是以50万一份来出手，这样也相当于10倍差价了。可他没想到我更狠，直接提了40倍。你刚才也说了，咱们的定金合同是以1万6一平为基础，而花雨水岸现在的房价已经达到了最高9万，咱们就算是折个中，按照1平8万来算，每平也差了6.4万。就拿120平的房子来说，每套相当于差出768万。哪怕对方以200万一份的价格来购买这些定金合同，也至少能有500万以上的纯利润。你难道没有算过这个账？周冲还真没算过，因为他只算过自己能在这些定金合同上赚到多少钱。一套能赚500万，196套，那不就是接近10个亿？说到这里，周冲猛地站起身来，大吼道：“我靠！我不卖合同了，我要买房！